Hello，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时值我们这个8月中的水星逆行啊，希望大家在当下这个阶段调整和整理好我们整体的情绪状态。当然，水星逆行马上要迎来收尾啊，在未来的3天左右，有可能逆行的状态将会慢慢的变成相对的平衡状态。相对的平行状态，这样呢，我们也算是结束了我们这个8月的水逆了。那8月的水逆呢，来势汹汹啊，大家会感受到，在这个狮子月，往往我们会跟着宇宙的节奏啊，要去做很多的内在课题。这个课题呢，也面临到真正的完结以及下个阶段的新的能量的到来。所以在当下，很多朋友会感受到，当我们这个狮子门户敞开之时，有很多过往的经历会涤荡以及震撼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内在细微的情绪。那不管是在三维世界当中，我们实实在在的面临到了关于救世救人的一些变化，还是我们的情绪内在不断的感知到了关于救世救人给予我们的一些震颤。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个阶段重新理解到宇宙给予我们内在的这个功课是什么，可以在爱与光的环境之下，将我们身体内在的很多看不见的尘埃，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压力、情绪和委屈，渐渐的、缓缓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释放出去。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去接纳，帮助我们去疗愈、愈合以及释怀。无限的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在最近这个时间段，感受到我们内在源源不断的真实的爱，真爱自我，感受生命当中美好的、舒适的细节，重新释放旧有的伤痕或者是伤疤，让一切随着时间、随着宇宙的光线慢慢的愈合，变成更大程度的美丽的图腾和美丽的爱。在此祝福大家，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那我们今日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的主题，就是来破解一下我们这个情感谜题我们也好久没有做情感方面的占卜了。最近呢，恰逢水星逆行然后我们的影片呢被搬运到其他的频道当中，有可能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检索机制当中会看到很多 Starseed 过去的影片，那当中有很多在谈论关于我们的感情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感情问题，感觉到过去的能量也甚是怀念。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做一个复古的主题来看一下，当他想到你当我们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想到我们时他的能量是如何的，而这一段我们心目当中正在去连接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在意的情感关系，它的真相和实质又是什么。我们也会通过卡牌来分析一下未来解决这个谜题的方向和思路，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占卜也帮助大家获得需要的讯息的同时，也感受到宇宙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的指引和能量的加持，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所有朋友们。在这里呢，也带给大家一些好的消息我们的星际学院最近然后又重新开始了我们的更新，开始了我们新一个阶段的学习。大家呢可以点击和来到我们的星际学院。在上一期当中呢 Starseed 跟大家一起探讨了什么是占卜，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占卜如何运用我们的卡牌等等来探索我们的人生，来看待宇宙给予我们的讯息和这背后的奥义。那在这一期呢，我们一起来谈论一下亲密关系因为在我们的卡牌当中有可能会反射出很多关于我们亲密关系的名词，我们来破解一下关于灵魂伴侣神圣伴侣和双生火焰这背后给予我们真正的一些启示和指引。那非常的感恩跟大家有不断的共同学习的机会，感恩大家支持 Starseed 来到我们新的星际学院当中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能量的融合。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更新，在最近呢，我们的影片在不断的被盗片大家有可能会在其他的渠道当中，比如说我们同样的这个 YouTube 平台当中检索到 Starseed 之前的一些影片。那首先呢，非常的感恩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也跟大家连接，这是我们5维度的连接。那 Starseed 在此也声明呢，我们在 YouTube 当中只有一家频道，就是我们的 Starseed So Channel， 我们的这个星际种子之灵魂的频道。好，有可能我们这个名字是比较长和比较拗口的，
也希望呢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啊 ，Starseed Soul Channel。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如果遇见了其他的频道啊，然后其他的个人呐、团体在发布我们的影片啊，这些影片呢，不管是画面、声音，还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视频啊，整个的这个影片片段，都是没有通过授权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认准我们的频道，也非常的感恩大家的支持，感恩大家的信任，以及跟我们的影片通过了时间、通过了空间啊维度的连接，不断的感恩和祝福着大家。我是 Starseed， 感恩大家来到我们的 Starseed Soul Channel 塔罗频道。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舒缓和疗愈，来净化我们的频率，净化我们的能量场，对齐我们的脉轮。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轻轻的闭上双眼，来放松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调试，可以轻松的整理我们的能量，也打开我们的能量连接通道，进行我们下一个部分的抽牌以及读牌。大家可以轻轻的调整我们的呼吸，好，感受我们的能量正在变得更加的轻盈，更加的舒畅。我们可以缓缓地睁开双眼，来看一下在我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这是我们今日的选项。我们今日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我们要破解一个情感谜题啊。当他想到你，好，他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感知，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思索呢？那这一个情感关系，它的真相和实质，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来看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状态？那跟着当下这个能量状态，我们也看一下未来的解题方向是什么样的。当然，大众占卜啊，首先时间是无限的，有可能很多朋友啊，对应我们今日的能量状态，会感受或者看到我们这段关系在能量的某一个点上的状况。因为大众占卜是我们所有人的能量集合嘛。那同样，我们大众占卜为大家所用，大家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间来进行连结，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有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选项、不同的选择，大家可以去结合当中的能量状况来截取当下大家需要的讯息。好，我们有3个选项啊。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好，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透明的白色爱心水晶石。好，一颗剔透的白色水晶星啊。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它的频率，它的色彩是否是和我们能量相连接的呢？是否在对应我们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呢？这是第一副组牌。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粉色水晶石。好，粉色爱心水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粉色水晶石，它的色彩、它的震动、它的频率，是否是和我们当下所想的这一个人和这一段关系相连接以及相符合的呢？这是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一颗粉色爱心水晶石。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紫色爱心水晶石。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颗紫色爱心水晶石当中，还有着色彩的叠加，非常的饱满、圆融。好，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一颗紫色爱心水晶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的色彩和它的频率是否对应我们以及我们当下想要去连接这一个对象呢？好，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一颗紫色爱心水晶石。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我们的注意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让大家感受深刻，想要马上去连接的呢？这就是我们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但如果大家心中有多个想要去连接的对象，也可以分不同的组啊，来对应一下当中的人物。我们来一同看一下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讯息要传递给我们。好，跟着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好，来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白色爱心水晶石的朋友们啊，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情感谜题啊。当他想到你，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想到你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这个内在的震动。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关系的真相和实质。也借着这一股能量来分析一下未来解决我们这个情感迷局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也就是说未来的发展和建议等等。
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前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能量以及疗愈。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白色水晶石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啊，我们的参照牌先放在这一边啊，这是我们情感实质的这个分析卡，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揭晓一下。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牌，当他想到你，好，先看一下能量是如何的。对于我们这个白色水晶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对方想到你时，我们看到是14号牌啊，这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那我们翻译过来啊，这上面的词汇是援助啊、帮助啊、support 支持和安定。我看到这个人在看到你的时候，在感受到你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啊，仿佛在人群当中，他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是那一个散发着疗愈的高光能量团，能够给予他支持和支撑以及依靠的人。我认为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一个没什么安全感的人啊，有可能时而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非常希望取得周遭的人给予他的正向和积极的回应，甚至他呢有可能会有一些习惯去不断确认周围人的一些状态呀、意图和反应等等。有可能内在他是一个高敏感人啊，有可能内在他是一个比较思虑过多啊，然后有可能心轮受损啊。或者说有可能原生家庭和内在小孩会缺乏一点能量。不过我看到这个人啊，我们看到这个卡牌当中是一个 Divine Masculine 神圣阳性能量在这当中。那如果对方是神圣阴性能量女性的话，也是一样。我看到对方其实在内在非常的需求在情感上的同理心、共感、共鸣啊。有可能这样的人士，他们的顶轮是非常发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牌当中，我们的这个国王啊，他的这个花环一般的王冠和上面飞舞的蝴蝶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对蝴蝶在这当中。所以第一点可以感受到这个人他有比较聪明的大脑。然后第二点，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人他在去寻找他的灵魂伴侣啊，人生当中他在寻求的，他不断的让自己开花，不断的去装点自己，或者说有可能他在人生当中去接触和连接很多人，意图在于他希望去连接到跟自己的灵魂、跟自己的频率完全搭调啊，完全能够去互通和连接那一个灵魂伴侣，有可能这也是跟着他前世的夙愿来的。我也看到这个人，他有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内在可能会有很多珍藏的回忆和记忆。他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他的外形和内在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有可能外在他会给人一种印象是什么都扛得住啊，什么都能够有回应啊，有着想，而且他有可能是帮助很多人去解决问题、给予建议的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王的手上有狮子的图腾啊、玫瑰的图腾等等，这都代表了他有可能在生命当中是一个敢于去承担，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浪漫情怀，让人感受他的浪漫和灵动的人。我感觉到这个人的内在啊，可能他缺乏着比较强烈的这个安全感、自主性啊，有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情绪化，甚至在情感当中他会表现出两种极端，有的时候非常的沉静啊，很温柔啊，有的时候有点抑郁啊，但有的时候他非常的躁动，有的时候有可能他会在思维上有点断线。我看到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值得和需要呵护的，有可能他的内在小孩一直在大声呼救着啊，希望周围的人能够去理解到他，体会到他，能够去连接到他。而他想到你的时候啊，我认为他会理解到自己其实已经将最柔软的一面展现给你了。我认为这个人在你面前他会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这真实的一面啊，有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一面，但有可能是他发自内心的，来自他心底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王，他把手放在了心轮的他的胸腔上啊，胸膛上，有可能他跟你确实直抒胸臆过。我认为这样的人有可能他美美的去表达自己，一段时间就容易收回去。我们看到他肩膀上有这个蓝色的披肩啊，或者说蓝色的绸缎布料，而代表了他间歇性的喉轮会打开，但是时常是锁闭的。所以我认为他对你有的时候是比较欲言又止的，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回避型的状态。我觉得他经常想到你啊，从这张牌里边看到你是他的那个定心丸呐、定海神针呐。有可能看到你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内心会感受到一定的安全感和安定，但是时而他有可能会回避你，不敢去表达对于你过度的需求。好，我认为这个人在想到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种，也会有一种愧疚和歉疚感。
如果他真的在过去做过一些，或者说跟你体验和经历了一些让他感受到负疚、让他感受到不安定的事件的话，他会觉得他是对你不起的，所以这边会有一种对不起的能量出现。有少数朋友，我认为其实你会给他一种让他安定又惊心动魄的，还有两种切换的感觉，所以时而我认为这个人在内心深处呢，会觉得跟你的连结有牵动到他，有改变到他，有突破他以往的认知和习惯。所以你和他仿佛不像是一个世界的。有更多朋友有可能你们之前的成长经历呀、经验、人生的体会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人在看到你、想到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既想要去爱，既想要去伸出自己的触角、伸出自己的双手，又怕被伤害的感觉。好啊，有点玻璃心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当他想到你，我们先抽牌看一下这个部分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啊。好，第一张我们出现的是 Three of Cups 圣杯3号 ，Ace of Wands。第三张 The Empress， 这个人想接近你啊。在他想到你的时候，如果你们已经就是暌违已久啊，比如说已经分别了一阵时间了，断联一阵时间了，圣杯3的逆位代表了有可能你们分手，或者说最近没有时间相聚，或者说你们的思想意识啊，你们的想法有可能隔得比较远一点，最近没有心灵的交流，没有这个心与心打开喉轮的温馨的时刻，我认为这个人想要去创造出来。我觉得他很想念你。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有这个神圣伴侣的信息啊，有这个 Divine Masculine， 我们又看到这个 Divine Feminine 神圣阴性能量，我们的女皇牌 The Empress 出现了。那我们的这个主牌有没有很像 Emperor 国王牌？我们的这对卡牌连形象都这么相似啊！我们可以看到头顶的花冠，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有可能是衣着和眼神啊，感觉还蛮有夫妻相的，有没有？我们所说的夫妻相啊，是因为两个人的能量非常具体的连接在一起，而且有前世的姻缘、业缘啊，所以有可能会让两个人的形象、眼神等等都非常的相似。我看到这个人想念你、思念你啊，他思念跟你在一起的那个 vibe、那个频率和震动。我认为这个人马上就要行动了啊！权杖1号皇后牌代表他有可能想要去给你一个告白，给你一个礼物，有可能他会突然冲动的行动，冲到你的世界，有可能打破最近的沉静，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比较明显的想要去展示自己，比如说在你在的地方。如果说你们在同样的一个团体呀、同样的一个生活场面当中，他会经常的去展现自己的存在感。那也有一些朋友看到啊，他有可能会在社群媒体上啊、SNS 上啊，去很多的曝光自己、暴露自己，以此来引起你的关注啊。真的，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去想啊，他是不是在引起别人的关注，只有你的关注很重要。对于他来说，你的关注会给予他安全感，会给予他安心和自信心，也会让他呢。好像是焦虑和担心已久的一些事情能够舒一口气啊，能够落下一个尾声。我看到这个人很想长舒一口气。还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他在追寻你的足迹和脚步。如果他能够捕捉到你和看到你啊，比如最近他可以去知道你的一些讯息啊，他可以联络到你啊，他可以看到你，我认为他会有一种长舒一口气、安全的感觉。那如果相反，你离他的世界是比较远的，两个人现在没有很明显的接触和连接，我认为这个人他想要去用他的方式重新的回归到你的世界，而且一定要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只做朋友，不能只是在旁边成为一个背景板啊，成为一个反光板就算了。我认为他很希望跟你有实际的连接、实际的互动，甚至是想要走到一起的。起码我们看到他想到你的时候，这一种冲动啊，这种决心，这种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有些朋友我认为他间歇性的对你是比较晕船的，所以看到权杖1和王后牌，你既是他喜欢的类型，也是他会晕船的类型啊，所以他有可能在最近是比较想要去表现这一些。行动都是在反射我们内在的需求。我认为这个人他对于你有很大的需求。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卡牌。当他想到你，他会想到你的好啊。我们看到王后牌 ，Seven of Swords in reverse，Four of Swords， 他会想到你的好。这边有点歉疚的感觉，他会想到自己过去的不好。
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最近这个时间段啊，已经离开了这个人，离开了这个连结，离开这个感情，变得更加丰盛了啊。王后牌代表了开花，代表了结果，代表了金星能量的通达。好，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没有他的状况底下活得越来越好，更加独立，更加自信，有自己的人生打算，那恭喜你们，你已经成功的重新的突出了重围，在他的心轮上有了非常重要的印记。也有些朋友会说，哇，我努力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让这个人在心中有我的印记啊，他怎么样无所谓，但是我看到对于他来讲，你怎么样他是有所谓的。这边宝剑7号和宝剑4号代表了，我认为他会梦见你啊，他自己有可能主观意识不是说我主动要去想你那么久，但是有可能最近水星逆行，他也会时常的梦见你。宝剑7号代表了他有可能会暗中的观察你的行动，然后呢装作他什么都不做啊，装作他没事啊。宝剑4有种装没事的感觉。我认为他在想到我们第一副阻碍朋友的时候啊，多少会有一点点的，这宝剑其实有偷感的一张牌啊，就是偷偷的，然后不敢去张扬，不敢去表达，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心虚啊，有一点愧疚，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宝剑4，我认为这个要看他和你的关系目前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状态当中。如果他最近啊只是单纯的工作疲惫呀，跟你有一点关系的不上不下啊，我认为他会在心里边默默记得你的好，你的温暖，认为你是非常优秀的人。他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好一点，让这个关系被经营的更好。不管有没有主观的行动，我认为他都会在心里边有这样的一层决断和这样的一层想法。那如果你们的关系已经断联一阵子了，甚至他还是一样啊，曾经做过一些有点对你不起的事情，还是一样 I'm sorry， 他会有一种我对不起你的感觉。当然我认为啊，这个人在心里边会深藏住这句话，他不会很明显的去对你表达，因为他不会对你当面的来一个大道歉啊，或者说大华贵啊，然后快速的将这个关系很好的运营起来。我认为他其实是一个也有很强烈的自尊心，甚至有点固执和倔强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圣杯3和权杖1号就能够感受到啊，这个人他其实会在做很多事情之前都想很久，而且他会有一点小小的孤僻。那甚至很多时候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会跟自己喜欢的在意的对象也闹得不是特别的开心，原因在于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缺乏这个神圣阳性能量的流通。那如果对方是阴性能量的话，我能够感受到对方在默默的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他有可能用他的爱和祝福在照耀你，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对你是有很大的善意的。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徘徊在要不要和你联络的边缘，但是有可能因为诸多的原因啊，宝剑4号就是躺平了，想着想着不想了，好吗？那我觉得有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犯拖延症、犯懒惰，有可能也是因为想的太多，阻碍了我们的行动，所以他有可能想要去跟你联络一下、问候一下，但是最近这个阶段他会反而有一点收着。我认为你在对方的心里边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啊，不必担心。我认为在这个人的心目当中，首先你是重要的。当他想到你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你传递给他的安全感，你传递给他的星星点点的爱的光芒，就像金星一样会照耀他。但同时，我认为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有一点点小小的滞后。那这个人呢，不排除他偶尔真正的想好的时候会突如其来的行动，因为权杖1就是不破不立的感觉啊，我们马上要行动的时候，其实不必想的太多。我认为往往在这个人如果冲动联络你的时候，他的感受，这个时候他能够自我表达的能力反而是最强的，大家可以去接一下好吗？如果大家不排斥他的话。好，那我们看一下啊，第二个部分，这段关系的真相和实质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Oracle。好，第二组的朋友啊，我们这个神谕卡给出我们的是33号土能量。好，这是一个 Earth 土能量的信息啊。第一组朋友，有可能你的身上有土能量的这个星座符号，比如说处女啊、金牛、摩羯座啊。有些朋友你们这个金牛座是比较强烈的，或者说你们的金星在土象。也有些朋友可能对方是土象星座的，对方是金牛、摩羯、处女座。那我看到土的信息往往是它扎根很厚实，好，它是很稳固的。那同时它也是非常缓慢的，甚至它很难流通。By the way， 我们这个土的符号有没有跟我们这个 Fold of Swords 宝剑4号很相似啊？
好，所以宝剑4号本身也有一种，不管是被我们的思考，还是被周围的外界信息所桎梏、所束缚啊，让我们有一点没有办法行动，或者说当下这个能量流通到了一定僵持的状态。我认为在这个人的心轮上始终有你的位置，而且蛮重要的。但同时我也感觉到这个人的行动时而受到了周遭能量，比如说工作啊，然后赚钱呐、或者说周遭能量、家族啊，各种信息的这种牵制。他是一个被牵制的人，所以其实你和他的关系也很明显的，要不然就是开花结果，真正能有一个实际的发展，要不然就会因为周遭人的牵制、周遭事物的牵制，发展的特别的缓慢，甚至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承诺。我认为这个人是想给予你承诺的。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是神圣伴侣。神圣伴侣有可能是前一世遗留下来的这个未了之缘，也有些朋友这个人有可能他是你的双生火焰啊 ，Twin Flame。那在我们这一期的星际学院当中，我们也会探讨这个亲密关系的名词啊。当然，在这个卡牌当中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第一组的朋友，你和对方之间面临的课题其实是比较深厚和深刻的。那对方呢，他有可能不管是滞后性太明显，还是反应太慢，还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发展的太极端，他都会有一个比较积极和向好的心态啊，想要跟你将这个感情关系比较圆融、比较好的连接开来，期待有一个结果。那土的能量啊和地的能量，往往也代表了你们之间的在前世啊，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是有过，我看到起码3生3世啊，我们看到这个3个圆圈合在一起，你们之间有过很多因缘和业力的牵扯，让你们当下有可能被停滞和卡在了目前这个局面当中。但我认为你们的连结和你们这个缘分并不像是恶缘，而更多它只是一个普遍的宇宙当中一个平衡的因果法则罢了，好吗？看一下这段关系的实质和真相啊，我们这次看的稍微深一点啊，我们就看这个关系是什么实质。第一张就是死神牌，有没有啊？前世能量的遗留，你们前世有未了之缘啊，这是你前世的爱人，这是前世想要来爱你的人，好吗？所以你们之间有可能只曾经有过生离死别啊，然后所以在这一世，当你们遇见彼此的时候呢，会给彼此最深刻的第一印象。Four of Pentacles and Ten of Swords， 天哪！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大家不必担心啊。OK，Three of Swords and Justice， 有没有？这是一个业力的平衡，还有可能性啊，在上一世，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当下你在受这个感情的苦和困扰，不必太过于难过啊，你在还情债，情债还完了，受了就了啊，你们之间可以去解决一些负面的缘。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业力平衡的关系啊。还有宝剑10和宝剑3在这里，这是一个虐心的恋爱，甚至有一种一追一逃的感觉。好，有可能一开始对方是热烈的，那后期有可能我们这边是长情的，又或者倒过来，一开始我们这边呢有可能是对于对方很有感觉，对方是无感的，但是在这个关系越到了后续，有可能会有一种扭转，这个扭转也代表了你们之间缘分啊，从过去式到现在式的一个完整的蜕变和转化。我们看到了死神牌和正义牌。首先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恋情起码在这个宇宙当中是一个老灵魂的恋情，你们应该并不是第一次遇见彼此。第二个就是这个关系的真相是一定会有让你们伤心的部分，甚至一些朋友这个关系会让你们在当中有种断筋错骨的感觉，非常疼痛，它有可能会挑战你对于关系固定的这个亲密关系原生家庭很固定这种安全感。这个金币4号往往是我们看到主牌是你给他带来了安全感，你是他的这种信心support 支持等等但有可能他往往没有给你带来安全感，或者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安全感是欠缺的，你们的关系有可能涉及到有一个人要搬家，有个人要离开原有的原生家庭和原有的地域，这个人出现之后有可能会让你的人生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甚至有可能他也会在某一些事情上，在他的言语和他的意念上，他和周遭的这个人际关系上对你产生一定的伤害，原因在于这个关系的实质是能量固定。好，有可能在过去是你曾经做过一样的事情，有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
剧情会固定的书写到当下这一章，但是不必担心啊，出现了 Justice 正义牌，这一切不是循环因果，然后来来回回没完没了的。出现了 Justice 是你们的业力基本上在当下未来3个月已经平衡了。我认为这个人呢，有可能当下，比如说他对你的态度很不良好，他对这个关系的对处方式很糟糕，而在未来也会有一个扭转，你们之间会有一个能量的扭转。有些朋友会问，如果我是来还债的那个人，那这个关系扭转了，难道代表了他要重新欠我债务吗？或者说这代表了什么呢？当你们的能量可以都归零，比如说他的情债还完了，他对于你是一个相对不是负分数，是一个0的状态，你对于对方也是一样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可以用最好的方式重新建立。所以更多朋友，我认为这个人其实比较像是你的正缘，或他其实符合你正缘的一定的标准，起码在宇宙当中你们符合这个阴阳之律的这个平衡的法则。所以我认为其实你们的关系是有一定的机会去前进的，不过还是一样，苦尽才能甘来，有可能有很多过去的问题和过去我们要彼此经历和彼此负担的一些问题，会在这个环境和这个过程当中被慢慢的稀释，慢慢的调整。我看到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对方和你呢都伤对方是比较深的。有些朋友会说，我被伤得很深，我认为对方没有受到伤害，有可能对方他单纯的对我这边是不读不回，已读不回，有可能这个关系在当下是比较僵持和卡住的。我们看一下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对方是什么状况呢？ Knight of Wands, Knight of Cups, The Hierophant in Reverse 啊，教皇牌的逆位。我们这个牌底是 Two of Cups， 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这2张牌这个表情怎么这么重合呀？有没有啊？看的方向都是一样，他在看的方向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啊，这个人有可能在感情当中，他经常呢会有一点走神，他知道有可能和你的关系可以进展的非常不错，但同时呢，他又偶尔的会心态跳动，有可能他会突然的心态转折，时而会受到周围能量的打扰。还有第2点，我认为这个人是很倔强、很固执的，他不容易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有可能他会对你说 I am sorry， 但是我认为在他心里边，有可能他一直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那么大的差池，他就想这样去做。有更多朋友，我认为这是一个稍显任性的人，而且他有可能很容易改变主意。有可能他时而会因为情绪化的这个被激起啊，他会做出一个像比如说我今天要向东走啊，我向东走，有可能走了10步，他又马上向西走啊，你会觉得他的这个脚步是比较凌乱的。不过我认为其实第一组的朋友啊，在对方的心目当中，你仿佛是一个能够懂得他、理解到他套路的人。还有就是我认为这个人他有可能有很多内心中深刻的伤痕没有被疗愈，比如说原生家庭、内在小孩，比如说他有可能有一定的回避型的障碍等等啊，他这些障碍我感觉到还是一样有一些家族业力在这当中，就不能说他这个人单纯只是他有问题，有可能他所在的这个基因的序列组啊，有可能在他的这个传承线上，他会出现一定的精神上的或者身体上的小小的不舒适和问题。我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那我也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伤口上开出了花朵，你们在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你们在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丰盛，以及我看到你们在最近有可能有不错的一些运势，周围还是有人在喜欢你们，投入很大的关注的。所以我认为啊，在分析到这个人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能量不太舒适，而且他很难突破他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制限、局限和个人主义的一些判断啊，这个当中有一点小我的狭隘性。但我认为其实当你们能量平衡之后，宇宙会给予你们最公平的爱的解答。第一组朋友，你们的爱情是会有一个交代的，不管是和对方还是和自己，还是你们和未来这个重要的人，你们会遇见重要的正缘。我觉得在这一世感情有可能会有一点苦，但是还是一样啊，当你们的感情真正的落地的时候，你们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的丰盛，你们会有更加强大的能量突破旧有的前世前生或者过去一段时间灵魂给我们的限制，你们在变得更加的优秀，好吗？更加的 grounding 落地啊。这个关系很明显的一个另外的实质就是土的能量啊，地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之间这个关系的落地非常的
卡，或者说你们要经历很多才能让这个关系 grounding。其实当你们的关系 grounding 的时候，也代表了你们的每个人的自我、对方的自我和你的自我都 grounding 了。所以我看到这是一个比较立体的课题，好吗？我们来看一下啊，解决这个谜题的方向和思路大约是什么 ？Two of Cups, Five of Cups in reverse。圣杯5号的逆位啊，感觉这个水逆还是来势汹汹的啊。Starcy 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口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和包容一下。Knight of Cups，我们这边全部都是水象的卡牌。Oh my God， Queen of Cups in reverse， 天哪！第一组的朋友水象也很多，双鱼、巨蟹、天蝎。我感觉到你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感性的，很意识流的。想写到哪一个标点符号就写到哪一个标点符号。内在其实我感觉对方其实是相对来讲极度感性的人，但是他有可能要有一个我非常理性，我非常现实，然后我非常固定的一个课题等等啊，我有可能在经济上、事业上稳稳的抓住、稳稳的掌控、稳稳的支撑。我看到对方有可能有比较强的这种控制欲，但是这个控制欲恰恰代表了内在没安全感，他不善于控制，他想让自己控制。所以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这个关系发展真正的能量是两个人都打开你们的心轮，让这个爱流通起来。圣杯2号，我认为沟通非常的重要，有可能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会迎来一个可以沟通的机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在前一段时间有可能断联了，有少数朋友这个关系是一个陈年旧情啊，很久没有联络了，有可能我们在想，好像已经没有联络的机会或联络的必要性了吧。那我们的内在给自己一个释怀，跟我们自己进行一个很好的连接和联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会帮助我们低负阻碍朋友打开我们的心轮，让这个爱的能量，还是悲伤的能量，还是痛苦能量，可以不被抑制，悄悄的涌动出去啊，化这个固态的状态，比如过去是一块坚冰啊，为柔软的像水一样的液体，可以让它渐渐的被释放、被流通出去。爱是可以流通的，所以低组的朋友，我看到这么多的圣杯，很多朋友认为你和对方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就是打开心轮，打开喉轮，去好好的沟通一下，或者说跟我们内在进行一个更好的沟通，去理解到我们内在的需求是什么。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人在心里憋了很多话想对你说啊，很多很多，但是话到嘴边就变成一个字，就变成没有字，然后就变成不读了。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大家不必太过于失落或者伤怀，我认为这个人在他内心当中非常在意你，越是这样去行动，反而代表他对这个关系的在意程度越高，好吗？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The Lovers in reverse， Strength 力量牌， Six of Swords， Ace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你再看一下啊，我们算是去看一下这个关系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 Four of Wands in reverse， 我们看到权杖4号的逆位。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要独立起来。我看到有可能你和对方之间这个连结和关系啊，其实是很深刻的，不管你们相处多久，我认为你们之间有一种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深刻的绑定和依存感，所以你和对方是相互依存的。一旦这个依存关系啊有一点破裂，然后有点断续，很多朋友你们会感受到内在的这个能量的缺失，你们对于爱情、对于生活、对于自我，有可能会缺失掉很大的一部分太阳轮的能量、脐轮的能量，就是你是谁，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光，你要不要去接受更高程度的丰盛和丰收等等。好，这是会障碍到我们脐轮和太阳轮的信息啊，或者我们脐轮和太阳轮受阻的时候，我们会有如此这般的一些感知，这个感知是相对来讲比较低落的。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要让自己灿烂和独立起来，不管要不要给对方看，还是要给自己看。原因在于啊，如果我们一直依存一个亲密的情感关系，我们是像初恋一般的恋人啊，我们就是依赖着彼此生存的。如果这一个恋人他暂时的离开了你，他暂时离开了这个花园，我们第一组牌朋友要如何自处？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被重新搭建起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和课题。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力量牌的正位，你们可以很独立的、很自信的去搭建你们的生活，不再纠结于过去被卡住的或对方他的离开、他的一些行动伤害你的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大胆的、自然的去放手，去不再
致力于只是搭建原有的状态，就是我要复合这个关系，我要搭建原有的家庭，我要搭建原有的这个就是亲密关系的指标。有可能你们的关系会用新的方式重新的发芽。原因在于什么？The High Priestess in Reverse, Magician 都是大牌，有没有啊？The World 世界牌都是 Major Arcana。这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和你之间的这个感情的纠结，是为了突破你原有的格局来的。它并不是只是为了让你的情感受挫，为了让你们双方彼此都可以，不仅是疗愈，还有就是成长啊。Six of Pentacles， 我们这张牌背过来 ，Nine of Wands， 学会去给，然后学会去了解别人的需求，相应的给出对方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当下可以去做的。我认为你们是很懂得给予的人，你们是皇后牌，有可能你们很温柔，你们很细致啊，你们有可能是国王牌，比如阳性能量来到这一组，你们很慷慨、很大方、很勇敢。但有可能当我们去给的时候，我们是给出我们想要给的，我们有可能忽略了对方想要什么。好，我们需要给出对方想要的，这样我们的需求和奉献才能够相匹配啊，才能够牢牢的变成一个相互卡住的环，而不是能够就是相去对冲。我认为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需要放下你们内在的某一种固执和过高的自尊，在对方的心目当中你是如此闪耀的人，其实偶尔放掉一部分的自尊心，去跟对方讨论一下，去跟对方连接一下，跟对方相互交代一下，并不是一件坏事。我认为第一组朋友其实在没有遇见对方之前，你们是女神或是男神啊，你们是这一组的，你们是这一卦的，有可能你们经常感受到周围的善意，你们理解你们是如此的发光，所以你们其实并不善于去敞开好多表达你们的需求。但遇见这个人之后，有可能因为爱，我们非常需要去从那个神坛上啊慢慢走下来，跟对方呢柴米油盐，跟对方去经营这个日子。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放掉我们过去的某一种固定的想法，或是防卫性的想法，我们需要只是给，我们需要无限的去投入和播种，让这个关系呢可以非常健康的在干涸的土地上成长出花朵。我认为你们两个人是非常健康的一对种子，你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容易生发，容易开花。但如果让你们的缘分在一起，能够有一个 grounding 落地的话，你们需要和土壤以及水做非常好的连接。所以这个时候，你们需要让自己的生活，你们需要让你们对待生命的感受，你们需要让你们的这种沟通方式和理解方式都运作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份营养，可以让你们两颗美丽的种子在同样的一个花园当中，真正成为就是缔结终生的契约的恋人。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的缘分就差那么一点点，但同时呢，当问题展现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问题就是挑战了你们本身的个性，挑战了你们过去对待自我的认知和对待周遭的认知。也有些朋友会说，我为了对方改变了很多，但是对方没有回头，对方没有什么态度展现过来。King of Swords, King of Cups, Six of Wands。我觉得有可能对方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点被挫伤了。The Emperor, Oh my God， 我们看到国王牌和王后牌出现了。我认为对方他的心目当中是这样想的，他爱你，但同时呢，他要严格的对待自己和对待你，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才能够不走老路。所以有可能一些朋友，对方好像需要一段时间被打动一下，反正他正在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希望你能够去经常打动他一下。然后他这边呢被权杖围绕了，权杖6和权杖7号围绕在国王的左右，所以他有很强的这种反抗意识和应激反应，就是你对我好是为什么难道你又要像以前一样伤害我吗？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把自己盯得紧紧的感觉。我们这个牌要飞出来什么？ Eight of Pentacles and King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我认为这个人在致力于建立他自己的城堡还有就是有可能你对于他的好，有的时候是他没有心理准备的，突如其来的所以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温柔，跟对方去连接一下。这边呢，北焦点的天平3宫，你们之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打开喉轮，喉轮堵塞。我看到还有就是这个太阳轮和脐轮有一点震动和有一点不舒适的感觉，所以这边我看到能够去打开喉轮直抒胸臆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到对方这个人的形象啊，他是一个 anyways， 这是一个 king 好吗？这是一个国王啊，不管他是 emperor or king of cups king of swords 还是权杖的国王、精密的国王都可以，他是一个他城堡中的国王。所以我认为这个国王他既有爱，又有很大的好像是原则性，这个原则是他自己定立的啊，他的国度他自己定立的原则，他不让自己落败，他不让自己仓皇。所以我认为其实这样的人一般都需要长久的跟他去交往，甚至是交手。那也要看第一副左爱朋友你们的需求，你们是否需求的是这一段感情本身，还是你们需求的是你们完整的自己。如果你们到达了一个完整自我的状态，其实这个关系可以让它顺流而下嘛，以它的方式去建立。只要你们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自我，我相信这个关系也是有机会和有希望的，好吗？好，这道卡牌当中我们看到了啊，强大的神圣阳性能量和神圣阴性能量，所以成熟的男性和女性会在这一组出现。有可能你们有一定的生活的阅历和经历，你们要去谈感情的时候，有可能也要谈到责任，谈到家庭，谈到你们的生存背景，谈到你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好，它的出现会颠覆你所有的认知，你要用新的方式去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自己。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个信息啊，是你们其实是很相配的，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有可能也会因为很多当下我们要做的课题啊，偶尔会走散一点。我能够看到这样的人，能够遇到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是我们人生另外一个程度的圆满。因为可以遇到这样的课题，代表了我们旧有的课题做得很好，我们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水准。所以祝福我们第三副左爱朋友，在这个感情的课题当中，能够去突破和寻找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感，我们自己的安定感，能够源源不断的给予自己，也给予对方想要的这份安全感，以及沟通啊，好吗？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啊，我们的卡牌真的很神秘和很神奇，我们看到都是深紫色的啊，这有可能代表了我们在潜意识当中结下的一些玄奥的缘分。我们第一张看到是脉轮卡，我们抽到的是三眼轮牌啊，紫色 mysticism 神秘主义者。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很特别的人啊，你们的内心考虑一件问题的有可能是逻辑，有可能是这个能量循环的轨迹，有可能是这个能量的通路，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是神秘主义者，而且你们本身呢就和高维度的指导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结。我看到你们的到来其实是为了对方和自己敞开一扇新的门。你们会在这一世通过情感的某一些课题揭示旧有的一些好像看不破、好像学不清的一些问题。在这一世你们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真相和解答。我看到来自到这一则影片的朋友啊，你们在寻找的是真相和实质嘛？这张牌其实本身就是通过神秘主义去理解真相和实质，找到内在的真相和实质。我认为你和对方都是求真的人，我觉得对方也希望一个真相，对方也希望一种完美，对方也希望某一种意义上的收获和通达。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有可能对方的到来会打开你的三眼轮，会打开你对于一些事情新的认知，但同时你们本身的天赋和你们本身的磁场在不断的运作底下，也正在去滋养这件事情。第一组朋友，你们三眼轮在打开，而且我们看到第二张啊，我们看到月食有没有？还是看到了一个 Lilith 啊，莉莉丝啊，在我们的这个形象当中，月亮的背面啊，是我们在地球或者在我们这个当下三维的视角观测不到的地方。这个卡牌是43号啊 ，Lunar Eclipse 啊，我们可以看到是月之食 Change， 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关系会迎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了。这个转弯的出现代表了有可能过去一个是 chaser， 一个是 runner 啊，比如说对方在逃，你在追，有一些朋友是你在逃，对方在追，有可能你们会转变你们过去的这个轨道。也有些朋友看到啊，这个月食也代表了你们会真正的觉醒内心当中最神奇、最神秘那个不被触动的部分，你的某一些潜力和一些特殊的能力和能量将会被释放出来。第一组朋友，你们是有超能力的，这个能力有可能是对于一些事情探知力啊，有可能是你们的一种预测和感知力啊，有可能是你们的共感力等等。总之，这个能量会被更大程度的释放出来，它有可能也会帮助你们去转变你们的人生。By the way 啊，我们今年的月食在9月还会有一次啊，在9月的满月日之后，
也就是中元节之后啊，我们会出现一轮超级血月，这个超级血月也会连接着月食的出现。看起来这个门户的信息呢，是能量非常的勇猛啊，凶悍的，所以大家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间，我们来看的是我们三维的感情嘛，所以在感情这个通路上，有可能一些朋友也会出现感情上的很大的变革和变动，有可能是你们内在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越升越落都会有月圆就会有月亏嘛，我们这个能量永远是阴阳相合的，所以第一组的朋友这边也会有一种在感情上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如果在过去一段时间你们觉得自己的感情是比较沉落的，比较沉默的，甚至你们有可能在发掘自己的感情这件事情上，你们选择了皇后牌嘛，自我充盈和发展以及滋养之路。我看到其实你们能量的打开一定会帮助你们灵魂进行最大程度的转变和转换。还有一些第一组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让脾气啊，比如贪嗔痴慢疑，或者在感情当中我们这种爱别离而求不得的心情，经常影响到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呢经常在一个低的频率状态里边徘徊。我认为你们需要释放你们旧有的情绪和能量，向高能量去进发一下，并且修复好我们的脐轮和太阳轮，以及震动我们的喉轮。有可能我们这个转变是可以通过我们内在能量的方式变得非常的积极，以及非常的幸福和圆融。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可以在当下这个阶段开始啊，不管是跟我们心中所想的人，还是跟我们的真正的亲密关系啊，发生着非常好的连接和共振，可以真正在这个三维世界 grounding 下来，这永远都是宇宙教会我们的智慧。那这边我们看到这卡牌的信息呢，1号、4号、3号的这个数字会出现呢，这也是给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非常明显的一个可以说是提示啦，让我们在内在建设好我们这个灵性的根本，并且也可以让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当中融合我们的阴阳能量，让阴阳能量相互的为彼此的增长而不断的震动和存在。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一副组牌朋友今日的学习和连接。如果我们的影片帮助到大家，大家可以按赞、订阅、留言和分享。Starcy 永远在这里守护和陪伴大家，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粉红色爱心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情感谜题，我们要看一下当他想到你时有什么样的能量，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要分析一下这段关系的真相和实质是什么，那未来解决这一个情感迷局的方向和思路又是什么。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卡牌连接到大家的能量，传递大家需要讯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能量和疗愈。对于我们的一颗粉红色爱心水晶石，好，我们先把我们的选择的主牌放到一边啊。好，这是我们关系的真相和实质的卡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揭晓。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朋友，当他想到你的时候，能量是如何的。我们看一下第二组的能量啊。我们看到卡牌是5号。好，我们看到的讯息啊 ，patience, assurance, charisma。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很有魅力耶。对方在想到你的时候啊，会感受到你身上有浓浓的耐心、安全感，以及你有很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实力，容易呢抓住他的眼球，也容易一眼的，有可能是抓到他的灵魂，抓到他灵魂的真相。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有一双能够洞彻对方心扉的双眼。好，他的一个眼神，他的一个动作，有可能你会心领神会，而你的每一个眼神，他有可能也理解到当中的意涵和含义是什么。那我认为第二组朋友，你们其实是非常容易带给彼此快乐、幸福和幸运感受的这样的伴侣。我也认为对方呢会感受到你身上有强烈的个人魅力，有可能你也是一个在生命当中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能量沉静下来。那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呢，从海底轮到脐轮到太阳轮的能量是渐渐变得 grounding 变得可以沉淀下来。我认为其实你们身上会有一种跟大地之母连结或者说是跟大地的神灵相连结，那可以去孕育和滋养万物非常神奇和美好的讯息。
第二组牌的朋友，不论是你们的外形、气质，还是你们内在的性格，都是非常吸引对方的啊。对方认为你身上充满了个人的魅力的元素，而且是非常具有个性的、独特性的。并且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当你们很耐心、很认真的去做一些事情，当你们可以跟对方去相互的交代一些事情这个交代指的就是存在了依存感，存在了安全感 assurance。当对方可以跟你去产生非常亲密的、深度的、有稳定性的交涉的时候，这个能量会流通出来。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神的喉轮上有蝴蝶四周都有这个小蝴蝶的纷飞，所以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很有感知力，也很会沟通的人。有可能你们呢可以很明显的打开你们的喉轮，采集到周围人的感受，而且也可以去应接，可以帮助周围人去传递、发声和传达。这会让第二组牌你们心中所想的对象感受到你们的个人魅力和实力是不一样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轮的能量然后在我们这个女神的正胸口的位置，所以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有非常健康的一颗心轮。我认为对方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受到能量在慢慢的被全部打开，而且他在被你吸引。好，他有可能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或在你周边的时候，这个呼吸会变得比较急促，会比较紧张。他也会用他的方式来传递跟我们第二组牌朋友相应的特别的连结。我认为第二组朋友，你们是对方心中的特别的人，而且你们具有一股能力，具有一股魅力。那我也看到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对方和你当下可能处在一个比较暧昧的、相互观察的，或者说你们会经常有一种眼神的交换你们可能经常会去关注到对方的生活，对方也一样。所以在这个信息当中，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和对方在默默的、悄悄的抓住彼此的心，对方认为你是一个很容易抓住他心的人。那如果你们当下已经有点断联或者说关系有一点纠葛，或者最近在一个分手状态，我依旧认为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在对方的心目当中极其的具有个人的个性以及具有个人的魅力。对方认为呢你是很特别的人有可能对方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丰盛以及有选择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女神的背后会有这种海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会有这个帆船正在起航或归港的信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彩虹。所以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对方会认为任何的问题在你的面前很容易被迎刃而解，你们会给予对方一种可以归家，然后可以回归可以停靠的感觉。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的生活合作关系或者说是事业关系、情感关系，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可以依靠的港湾和目标点。这边也值得瞩目的就是我们的女神端坐在正中，旁边是有这种仙人掌和类似于玫瑰蔷薇这样的信息带刺的花朵。所以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对方的心中呢，并不是只是单纯或者说是仿佛是电视剧里边的这种小白花的角色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是锋利的，好带着刺的玫瑰或者带着刺的仙人掌，你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去接受自己，你们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周围的人产生能量的连接和交融。所以我看到在第二组牌的朋友的这个能量场当中你们的魅力当中其实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个人的能量色彩，这也会让对方对待你的能量是比较喜爱，比较独特的，有一种依赖感，也是比较上瘾的。我认为第二组朋友，当你和对方有可能沟通当中比较直接和犀利的讲出你的看法，当你有可能跟对方呢偶尔在言语的沟通当中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意见表达或者是摩擦的时候，对方反而会反向的继续感受到你的一种能量场，你的创造力以及你的魅力在哪里。所以我认为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利剑玫瑰好吗？带刺的玫瑰。那我们看一下当他想到你的时候，能量是如何的呢？如果对方呢是一个神圣阴性能量对方是一个女性能量对方身上有强烈的神圣阴性色彩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他会感受到你的身上拥有他不具备的特质，不具备的特长。有可能你们在一起会将生活或者会将你们的世界创造成为非常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样貌。所以我看到对方对你有可能有一定的征服欲和占有欲，好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卡牌给我们什么讯息当他想到你，
OK，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Ten of Cups 圣杯10号的逆位。我们2张卡牌飞出来啊 ，The Star 星星牌，这边我们看到 Queen of Swords， 天呐，我们刚刚讲这个利刃的玫瑰啊，跟我们这个卡牌的能量有很搭调，有没有啊？有很多蝴蝶纷飞在周围啊，我们的这个 Oracle 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第2排的朋友，你在对方的心目当中是非常亮眼的，非常与众不同的角色，很像是啊我们这颗天然石白色的月光，好吗？你们是对方的白月光。为什么是如此呢？我看到对方有可能和你的生活以及生命有可能有点距离感啊，比如对方在异地呀，对方有可能有他自己的这个事业蓝图和构造规划呀，他有可能和你不在同样的一个圈层，或者不在同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太过于频繁的交流。也有一些朋友，对方和你其实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这个距离感，比如说，哪怕你们在同样的一个空间相处，他也会感受到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 ，The Star 的 Queen of Swords， 不是说你的不同有多么的难以跟对方去经营这段感情，或难以去通畅你们之间的感受。相反，你的与众不同会让对方对你有一定的爱慕以及尊敬的之余啊，也会非常的在意你的感受，有可能他会更想去领略你的能量，或者说你的格调和你的气场，因为你的存在正是他需要的。不过有可能第2组朋友会被对方供在比较高的一个神坛上，所以对方有可能也不排除会有暗恋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或者说心目当中偷偷的去想念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这个能量。The Star 的 Queen of Swords 宝剑王后和星星牌代表了第2组的朋友，在对方的眼中你是独一无二和特别以及闪亮的，有可能在特殊的一些场景底下，你会散发出非常强烈的智慧之光，你会有高疗愈性，你会有高共感性，而这些能量其实都是很像是都是超越于我们这个3维世界的。所以我认为第2排的朋友，对方很需要你的能量。这些能量呢，往往是超越我们这个3维世界的。我看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星际种子是非常多的，你们是非常的热爱公平、正义、爱好自由、求知然后我看到你们身上有一种独立和我行我素的美感。很多朋友，你们的气场和气质是跟周围的人完全与众不同的。当你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主角的光环，你的周遭有可能就会有这种聚光灯，仿佛是洒在你的周围。我也看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的身上有非常强烈的高光的智慧，这是你们灵魂高振动的体现。所以在对方的眼中呢，你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如此的特别啊，同时有点生人勿近的感觉啊。看一下还有什么卡牌 ，The Lovers 好吗？你是对方呢心目当中理想的爱人，你是对方心目当中理想的眷侣。第2副组牌朋友啊，你们很像是失散多年、失联多年的灵魂伴侣，又重新降临到他的世界了。当你出现的时候，我认为从第1秒开始，比如对方他有可能对于我们第2组朋友是一见钟情的，或者说他对于我们第2组牌朋友是印象深刻的。我认为有很多朋友在这段关系里边有可能未曾察觉未曾得知你们在对方心目当中的这个真实的状态。原因在于我看到对方有可能有的时候也想要去掩藏，有可能也会觉得不想把这个状态表达太过清楚，有一点肉麻，有点露骨等等。不过从这个牌里边能够感受到第2组的朋友，对方是很喜爱你的。我也认为有可能对方会主动的跟你保持一段距离，因为有这个Three of Wands and the Star 星星牌和权杖3号代表了对方有可能会觉得跟你之间充满着不同背景或者说一些现实隔阂的元素会让他有一点望而却步。不过越是望而却步的时候，你在对方心中的这个力量感，你在对方心中的话语权就越高。我认为第2组朋友，你们的一些话语是提点到对方，启示到对方，以及让对方可以常年记得的，所以对方会记得关于你很多的细节，很多的瞬间。不管有多少年过去应该都非常的清晰，有历历在目的感觉。有很多第2排的朋友这边就是成立为一种白月光的现象，所以不管你们断联了，还是你们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得不到对方的消息，得不到对方的信息，我认为对方的心目当中，你仿佛永远都可以发展得很不错，你有自己的方向和方法，你有自己的办法。而且第2组朋友，你们身上其实是有一种不可轻的神圣性
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圣性呢？因为我们在主牌当中有看到我们的玫瑰或我们的女神仿佛在一个宝座上，好吗？但是周围其实是有仙人掌的守护的。所以我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是会保护自己的人，你们也是会为自己的人生确立方向和风向标的族群。所以我看到在对方的眼中，你们仿佛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办法和方法，让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方向以及目标感可以得以体现。在对方的眼中，你是非常聪明的，可以说是冰雪聪明，而且跟他呢正好是有点锦瑟和谐的感觉，两个人仿佛很能够了解和探知到彼此的灵魂。所以我看到在对方的眼中，你和他是比较天生一对的。你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于高调了，或者说这个解读是不是有一点利益太高？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些牌的时候，我认为你的出现就是对方的幸运。有可能对方在平淡的生活里边不爱表达，不敢表达，或者对方和你有一些距离的问题啊，你们之间是工作上的前辈后辈的关系啊。但是我认为对方其实无数次的去想象过跟你在一起的状态。那如果你们已经很好的在一起了，我认为当下这个在一起的状态也是对方非常想要去经营下去的。他有看到你们的这个关系比较明亮的一个前途。当我看到他也在心里边想的是不是更多的应该给予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一些自由度，或者倾听你们的一些意见。看起来你们的意见是比较符合他的灵魂需求的。那如果已经渐行渐远的朋友能够感受到在对方的心目当中你依旧那么的闪亮，好吗？我们的牌飞出来是 Magician in Reverse， 好吗？虽然我们本来想看下面的这个关系的真相，但是这个牌魔术师的逆位代表对方拿你没办法，对方拿这个感情没办法，对方不敢去表达什么。这个里边其实有一种浓重的暗恋的意味，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连接一下，有可能这是你的前任的对象，有可能一些朋友他和你之间已经断联了。魔术师的逆位往往代表了没话说，或者说不能说话，这个阶段说不出来话，或者说思想打结，很像是我们这个水星逆行的能量所以在水星逆行的阶段，有可能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也在被对方频繁的想起，频繁的念起来，好吗？心里边有可能已经很多个来回了，在围绕着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的能量转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关系的真相和实质是什么。首先我们来揭晓一下我们的 Oracle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段关系的真相和实质。我们需要的卡牌是10号牌，这是风的元素好，这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那翻译过来是 connections 连结，好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权势的权杖的符号这往往是神圣阳性能量。这个符号呢也常见在我们这个古埃及的法老形象当中，很多法老手握的权杖有这样的权势符号。这个权势符号呢，既有关于权力的、关于智慧的信息，也有关于度脱生死的生死之门、掌管生死的信息。但是 anyways， 我看到第二副组牌朋友在对方的眼中，你和对方的连接是非常的深刻有可能贯穿了多生多世。我们在上一组看到的属于三生三世第二组有可能你们的渊源更为深厚，而你们的连接有可能也跟我们这个不管是地球的文明来到地球，还是说我们在宇宙之间，在其他文明当中的播种，你们之间这个渊源是比较深厚的，所以有可能在过去的累生累世当中，我们有一起学习，一起去经验人生，一起去体味这个3维世界、5维世界、7维世界的印象。我看到对方的眼中，你们就是天生一对嘛，这边有恋人牌出现。所以有可能上天呢许诺让你们2个人在一起你们有可能是一对神圣的伴侣，有可能是失散已久的灵魂的家人等等。而对方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一种想要为这个关系进行更多的责任感方面的承担，因为这个权势的符号也代表了2个人之间有可能会有灵魂上的一些纽带，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有可能连带了灵性的觉醒或者是这个3维事业当中权力的传承、责任的承接等等。所以我认为对方其实是比较虔诚来看待这段关系的。有少数朋友这个关系有可能也在挑战我们2个人之间这个对于3维世界的认知，有可能在我们刚刚遇见的时候，你和对方的认知并不一样，但有可能通过我们这边不断的接触和正向的影响，对方会渐渐的去理解到跟你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这有可能会打开他灵性的视野，打开他对于这个宇宙的认知和见识，
有可能也会打开他对待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认为其实第2组牌的朋友啊，这个5号牌和10号牌代表了你们2个人确实是一对啊。然后也有更多朋友我看到你们之间有可能也会有很多关于命运之轮啊、命运啊，或者是业力啊，感觉到是非常神奇的一些词汇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流淌。我认为对方能够理解到跟你的连结，或者说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与众不同的，但他能理解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也要通过下面的卡牌来看一下。好，我先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把对方的能量放在一边，先看一下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也再看一下未来的方向，连带看一下对方身上有什么样的能量啊。我们看到是 Page of Pentacles 金币侍从牌 ，Temperance 节制牌 ，Ace of Pentacles 金币1号的逆位。看一下信息是如何的啊。Nine of Cups 圣杯10号。好，这边我们飞出来的是一张 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牌啊。我觉得对方想的比较深远啊。在这个关系里边的实质是如何在这个3维世界 grounding， 这很明显有2张金币牌的逆位嘛。我认为第2组牌朋友，其实你们的感情，你们的一见钟情，你们对于这个爱情的连结和理解是没问题的。不过呢，往往出现问题的地方都是我们容易疏漏的部分。那在第2组，爱情没有问题，但是现实有可能会形成另外的一道无形的墙，让我们这个关系的发展呢有点阻碍，有一点停滞。或者是经常停停走走的，我看到非常的卡。我看到对方有可能有很多现实问题解决不来，而且这个现实问题也关于了他的内在疗愈，他要不要接受自己的内在小孩，要不要接受他的累生累世的一些印象啊，要不要打开他的智慧。所以我认为有很多朋友在你们的关系发展到中段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很多现实的考验到来。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停下来，更好的去建设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不要共同的去安居乐业一下啊，共同的去对待一个亲密关系有一个承诺，以一个承诺为基础向前去建设你们的家园。我认为对方呢，他表现的仿佛在表面上并不是那么负责任，或者说他的行动是非常缓慢的，但是我看到这个人想得非常细致，他有可能也想到了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的3到5个月啊，未来的3年5年之类的，他有可能在不断的去考虑和思索关于你们的未来到底是如何的。这一个 King of Cups 他在这个卡牌的位置啊，再看向这个权势的符号有没有？所以第2组牌的朋友，我认为对方有可能有他想要去实现和未完成的野心，有可能在事业和情感当中他想选择事业，有可能在人生的长远规划和2个人要去离顺的轨道当中，他要先选择自己。我认为这个人并不是自私的，但他是一个思虑比较多，内心也比较敏感的人。我看到这个人其实有在长远的为你着想，所以有很多时候有可能他说不出来的一些感受，他讲不出来的一些体悟和觉察，也正在影响他的行动。这个人的行动能力只能给他打4到5分啊，感觉他行动能力不佳。因为呢，有可能考虑的太多，有可能很多时候他太过于在乎周围人的感受以及他个人的形象，甚至因为想的太多和情绪太多，阻碍了他的行动。这边呢可以看到强烈的水象配风象的元素啊，我们这组组牌的朋友其实风象是比较多的，水瓶、双子、天秤座。那有可能你正在想这个对象呢，他身上是有水和土的元素。水象星座是双鱼、巨蟹、天蝎，土象星座是金牛、摩羯和处女座。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和对方关系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磨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大牌是节制牌 Temperance 好吗？通过我们长久的努力和配合，可以让我们的灵魂，不管是和对方在相连接的时候阴阳调和，还是我们个人的内在是阴阳调和的，这也很快的会帮助我们完成灵魂的治愈，去走向一个更高水平的震动。所以我看到无疑第2排的朋友，你和对方的情感关系每当跨入了一个应该受到考验，应该走得更远的阶段，仿佛总是有人在停滞不前。我看到对方的身上有你的影子，也就是说对方在学习你，对方在觉察你和体察，有可能是你做事的方法，有可能是你感知这个世界的方法。所以当你和对方互相了解之后，往往对方退不回最初的状态，他的生活里边总有一块很像是你的能量的这个磁场，他的心里边永远都有你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看到这边这个 Nine of Cups 啊，圣杯9号有没有和我们的皇后牌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的这个
花朵已经蔓延到了我们的裙摆啊，周围的能量场也非常的相似，所以我认为其实对方对于你是非常满意的，对于这个关系的连接，对于这个关系的相遇，对于这个缘分的构成，对方是非常感恩的，但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有强烈的不作为性，会让我们第二幅阻碍的朋友有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怨怼，或者说一定的委屈，以及一定的自我怀疑。第二组朋友不要自我怀疑啊，对方是喜欢你的，对方是爱你的，但是我看到对方他在他的个人生活、个人的理念，以及对于这个三维世界的接收程度上来说，有一定小小的障碍度，并不一定说他的事业不好，或者说他在情感上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些问题，更多时候有可能对于对方来讲啊，就是我们连接这个对象来讲，他认为有可能独善其身会优于两个人去不断的连接，好像这种灵魂的触碰啊，情感的触碰，微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触碰的太久，触碰的太远，有可能会动摇他未来的目标。因为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对他未来的使命等等有一定的探索欲，甚至他对于自己有一种占有欲，他不想分配自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情感上。所以我认为第二组朋友，你们仿佛也花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去暖热他，去温暖他和包容他，但是你总是会觉得对方既接收到了你的爱，肯定了你的爱，同时又仿佛在往反方向走。不要担心，我认为你们是一对重要的灵魂的恋人啊，也看得出来你们的心中只有彼此，你们是彼此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情感的体验和情感的这个选择，是否能够维持这段关系，这个关系是否能够比较稳定和稳妥的前进，这永远都是一个课题。因为我看到你们在三维世界当中仿佛缺了一个契约书，有可能这是我们累生累世的不管是业力呀，还是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当中缺少了这么一个证明书，所以让我们两个总是在能够走向彼此的时候去了那么一小步。也有少数的朋友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大家可能会担心，哇，是不是我们没有什么证明？我认为对方呢反而是这样的，他认为造化了这段关系之后，他可以悠然自得他可以大胆的高兴的去支持他的梦想，有可能你也要为对方的梦想而应援等等。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对方其实会有一种内心中的安全感、踏实感，但往往也会让他产生一定的懒散怠慢和放任。当我看到对方的心目当中，你的存在有可能才是他如此可以去悠然自得的源泉，你是他的一个港湾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对方的这个能量是如何的我们也从侧面来查知一下 Four of Swords The Moon 看一下The Hierophant 我看到这是一个在灵魂的程度上本来是一个很高程度的灵魂，但有可能被封印在我们当下这个三维的状态，封印在当下这个身体当中了。我看到这个人经常会感受到身体上的不适，有可能是精神上的不舒服，有可能是比较嗜睡的，有可能是日夜比较颠倒的人。我看到对方呢，有可能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然后讲求智慧，也讲求传播智慧、传递智慧的人。他经常熬夜，他经常在夜晚的时候想的非常多。那你的出现仿佛是他在暗夜当中可以瞄准的看到的月光。好，所以当你出现的时候，往往他的世界会闪亮；而当你渐行渐远或者是有一点渐闪渐离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自己的世界当中有可能会缺乏一定的营养。不过越是这样，越是增加了我们第二幅阻碍朋友和对方的这种戏剧化效应这个舞台的呈现的效果有可能会越发的扑朔迷离，越发的神秘。我看到很多第二幅阻碍朋友，你们是神圣伴侣或是 Twin Flame， 所以这个关系非常难以修持。而对方呢，也会在跟你的连接的过程当中走向灵魂的另外一方面的觉醒。所以有些朋友对方是有他的宗教信仰的，有可能他有自己内在的信仰，有可能他正在打开他的信仰之轮去理解他当下的人生。我认为这个人和月亮连接比较强他身上有一种水的气质。那对方当下的能量是看起来Four of Swords 第一张是躺平看起来这个人已经躺平了，但是这边有月亮牌，就是心里边其实是躁动不安的，有很多不安全感他认为这个三维是有很多不安全隐患。而这个时候呢，教皇牌的出现也代表他不断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学习，再去规避掉这些困扰。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的思想回路和他的能量回路是不太一样的，有可能和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这种直接大胆和果敢的连接果敢的体验和探索方式是不一样的。对方是一个
弯绕的迂回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众占卜，有可能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能量反过来，有可能它是一个镜面，有可能第二组朋友你们是偏向水象这一方，你们是比较弯绕比较迂回的。但是我看到其实你们本身有一种灵魂上相同的向往，这个向往有可能也会让你们有比较深的一层结缘。看一下对方能量是怎么样的啊 ？The High Priestess in Reverse， 这是一个很爱情绪化的人。Eight of Pentacles， 他可能当下在认真的去完成他的事业呀，完成他的学业呀，做他生活当中例行公事的必须要完成的琐事。我看到他有可能被困住了，所以看起来这些卡牌都没有很多能量流通的感觉。这个人在默默的、憋闷的，一边做事一边在考虑跟你的关系，但是始终是不作为的。好吗？所以我看到也有一些朋友，如果对方和你的关系已经是比较稳定的了，看起来他好像想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然他沉浸在自己世界里边的缘由是条件之一是你在他的世界里边进行的守护。我认为这个关系大体上是比较稳的，但有可能缺乏一定的沟通，有可能呢会在某一个阶段缺乏一些默契程度不过我看到在心灵的层面上来讲，对方呢他是一个非常固定的能量，一旦选择了不容易轻易的改变，但也一样如果他一旦认证了一个理论，也不会轻易的发生动摇。有可能他的内在是比较顽固和僵化的，并且有可能呢他的这个情感依赖模式也是比较单一的，这个可以追溯到他和原生家庭以及他和母亲的依赖模式好，最后看一下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这个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如何的呢？我们的卡牌飞出来这边有 Ten of Pentacles 金币10号，这边有塔牌的逆位，我们这边飞出来一张牌，看一下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的逆位，这样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出来？我们再整理一下我们的卡牌看一下未来这个发展状态 Four of Pentacles Ace of Swords Two of Wands， 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Two of Cups， 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断联了，你们有可能彼此在等待对方主动一阵子了，但是没人行动，好像某一阵子没有任何事情在继续发生了。好，就是那种 nothing happened 就有一种彼此在等待对方进一步的消息和声音，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有些朋友你们的断联或者你们关系的停滞悄然无声，不知是为何，但有可能过去又积累了太多的情绪和太多的不同，因为我看到你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所以我看到在未来这3到4个月之间这个关系能够重新连接的概率是较小的。第二排的朋友，我认为对方会把你高挂在某一个位置，那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心中照亮我们的月光？我们有可能不会触碰它，我们时时刻刻会去仰望它，但是有可能也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印记，不去触碰的往往会被高挂在神坛，高挂在宝座。那我觉得其实在当下这个关系当中，对方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他会认为跟你的关系有可能越是不触碰越是神圣，越是触碰的话他越会流落到凡尘，有一定的烟火气。我认为这个人他心目当中有一定的孤僻孤高，或者说他对于情感的审美观念也有一定的幻灭式的艺术主义倾向，所以我认为其实对方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他并不现实，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边他又仿佛非常认真的在做任何的一件事情，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我认为这是他的一种遁逃，他会用我很忙我在忙的方式把自己藏在他的世界当中，那与其要去花费时间跟对方磨合，跟对方相互了解不如先把他推到一边。所以第二组朋友有可能你遇到的是回避型的人，我认为是这样回避型的状态有可能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他是没办法自救的，所以我认为有可能呢对方很像是这个瓜牛，他有可能就隐藏在自己的壳当中一步也不动，或者你推他一把他有可能都不会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的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很稳定的，但是突如其来的有可能会迎来某一种能量的突变和崩塌，但是我认为这个崩塌其实并不是一个坏的意味，
不吉祥的意味，或让你们的关系衰落的意味，相反是不破不立啊。不然你们的关系有可能静悄悄的，什么都不发生，那对方有可能也一直遵循他的方式去发展了。有可能也会很难带给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需要的情绪价值和你们需要的成长。我看到你们是一个非常追求成长的人，你们很追求高度的智慧和高度的这个情感关系的连接，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有可能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情感的发展没有太多的声响，但是你们反而好像通过了这个阶段啊，找到了你们内心当中所思和所求的。我看到对方呢，他在默默的观察你啊，我认为这个人一定不会头也不回的，比如说走就走啊，或者隐身之类的，或者说他跟你不再沟通了，难道真的代表他的心中没有所谓的思索和思虑吗？ Seven of Swords Full of Wands in reverse 啊，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啊，对方在用他的方式跟你取得的连结，在用他的方式有可能在支持着你，有可能对方在用遁逃的方式给予你最大的一种包容，或者说一种理解。我看到这并不是一种自我欺瞒啊。还有就是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认为在对方的这个能量场当中，对方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理由真正能够走回来。还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有可能你们已经走散了蛮久了。Five of Cups 圣杯5号，权杖5号，你们之间有可能发生过一些摩擦和一些争吵，而在这之后，对方有可能很难去完全的产生这种立体的转变。还有就他有可能会觉得你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啊，你是带着利刃的骑士或者是公主等等，所以我认为对方呢其实没有什么办法真正的去跟自己妥协，也没有办法去运营好这个关系。唯独有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个人他是真心的，好吗？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我认为在对方的心目当中，无论你是否在过去是这个付出更多的一方，他都能够完全的理解到你的优秀、你的优点和你的好在哪里。不过我也看到第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宝剑的王后，对方是圣杯的国王啊，这当中有可能有很多在意见上、在三观上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有可能长久的交往是靠磨合，但如果是碰撞是有火花式的爱情，那我们就需要把这种不同呢当成我们可以去觉醒突破，是可以契入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和重要的点。所以在这里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起码在当下的这个能量场当中，并没有看到对方有强烈的行动意愿，但是我看到有可能在对方某一个阶段成熟和成功，我看到在他心目当中，他认为自己应该成功或者是他的能量变得更加贴近火的特质，他的运势走到了一个比较有火的状态。现在我们的大运，因为是我们整体的人类背景、整体的社会构造走到一个火运，并不代表我们个人呢谁在一个火运当中，谁不在。我认为起码这个人他不在这个能量场当中，没有很得力，也没有很有突破性、能动性，没有让自己感受到很骄傲。我认为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需要位置的人。当他一旦在生命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取得一定的位置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走到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身边。那还有一个信息，就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是比较有位置的人，你们是比较有话语权的人，你们比较成功。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偏差、地位的偏差、能量的偏差，有可能也会让对方有一种黯然退步的感觉，他内心当中有可能也会有很多惆怅。不过有可能当下最重要的就是顾好自己我看到他心目当中有一种非常想要顾好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是偏向于比较固执的、比较固定的，好吗？所以在这一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固定的星座水瓶、狮子、金牛、天蝎的特质在这一组当中会比较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特质，也会让我们在爱情当中的审美是固定的。他喜欢你这一个类型的，他喜欢你的状态，他会永远喜欢着，在心目当中不会忘记，不会放下，不会轻易的蜕变。不过呢，我也感受到对方他拿这个爱情有点没办法的感觉所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好，这是我们第二组当下的分析。最后我们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牌我们抽到一套许久未用的这个脉轮牌很可爱的一套卡牌，然后我们看的是 Insecurity， 这是一个海底轮牌。我认为你的这个情感对象和你之间这个情感关系的修行比较明显的会触动我们的海底轮。
会让我们在整体的这个人生的地基上有所颠覆，有可能它会颠覆你的地基，颠覆你的想象，有可能它会触动到你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甚至有可能你们彼此会带动对方深刻的思索安全感是如何营造的，我们如何去排除这种不安全感的困扰啊，或者说是激烈的对冲啊，或者是影响。这个牌里边能够看到，其实你们之间是有一定上瘾的元素的。这个爱情开始的时候，这个情感开始的时候，会有一定的addiction 上瘾式的这个能量。但这个上瘾式的能量呢，有可能并不是有毒性的。比如说这是安全型的依赖，这是长久的一种依恋。我看到对方和你之间有强烈的依恋的元素啊，因为这边我们主牌看到的是 assurance， 有没有？我们看到是一个安全感的卡牌啊 ，patience and assurance。那我们在我们这个建议牌当中看的是 insecurity， 不安全感、不安全性，这恰恰代表了一对反义词的出现。是什么样呢？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认为对方的身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很像是无底洞一样。那这个不安全感其实是他在原生家庭，我们的海底轮形成是0岁到7岁之间啊，第一个7年我们形成我们的海底轮，有可能在他的童年原生家庭当中没有给到他完全的安全感和丰盛性。我也看到有可能形成对比的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之间起码有一个人的安全感是很稳定、很稳妥的，这会让你们为什么会成为神圣的伴侣或是 twin flame？ 因为你们的能量是完全相反的，一阴一阳相合的。这边呢 insecurity 能够感受到啊，不管是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本身还是对方缺乏一定的安全感，而这个关系有可能会让我们重新的打开我们的海底轮，去排除掉我们的心魔，排除掉很多负面的，我们讲贪嗔痴慢疑啊、爱别离求不得的干扰，让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到你们是安全的，你们可以在这个三维星球当中很好的行使你们的权利，很好的去开展你们的生活。我认为对方还在学习，而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基本上学习到位了，在一个可以转换和变化的时间点了，而这也是你们身上很闪光以及在对方眼中很有魅力的一个部分。第二张牌我看的是24号 Pisces 双鱼啊 I believe， 双鱼是第12宫位啊，就是我们这个黄道12宫的第12个宫位。我们常常讲双鱼是很神奇的，那在最近呢，我们的土星依旧停留在这个双鱼座，有可能在这个下半年会从双鱼到牡羊忽闪忽现的。但是其实我看到在明年开始有很多双鱼座的朋友，你们会完成土星的这个课题。那我看到这张卡牌本身也代表了一种内在的自我理解。我们刚刚讲黄道12宫的第12宫嘛，12宫是一个玄秘宫，跟我们的轮回、跟我们灵魂的课题以及我们的业力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牌 I believe 代表了你相信什么，你信任什么。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信任什么，什么会产生。同等的一个原理是，你的能量有可能会引发对方的能量，有可能在你信任的时候，对方也会重新的信任和理解自己，这样你们的安全感、你们的海底轮和你们跟这个三维世界的真正的 grounding 啊，这个接触、融合和扎根的感觉会完成。第二组朋友，我认为对方有一种想法，不管和你们断联了多久，他会穿越时空，有可能你们会再次见面的。我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会再次见面的。还有一些朋友是，我看到你们主动断联这个关系啊，因为这边有 Queen of Swords and Star， 你们想要做自由飞翔的星星，自由飞翔的蝴蝶，自由飞翔的雄鹰啊，不想被对方或者说被情感这件事情带动太多的能量，太多的关注，你们希望可以勇敢独自的美丽单飞，但是我认为对方对你有很多的不舍。其实我感觉到双鱼这个能量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你和对方有很多在海王星上的连结，你们之间的连结是超越三维时空的，有可能在5维时空和更高维的时空会相互的去触碰到对方，有可能在对方的梦境深处，他会再次的见到你，和你产生强烈的共振。一些朋友，如果对方和你啊，并不是这样一个遥远距离的，或者说一个已经不怎么太连接的状态，我认为对方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们的关系还是良好的，你们需要关注对方的安全感，对方的这个精神和情绪上的健康，因为看起来对方的这个情绪化和他长久这种徘徊是一个长期影响和困扰他多年的问题。那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有这样疗愈的能量和疗愈的震动、疗愈之手，
可以清晰的或者说轻易的去安抚到他。所以我认为对方对于你的这个理解、信任和信赖，安全感啊，这方面的需求都是无限的。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对方并不是一个能量的吸血鬼啊，他的身上有可能会绑定着一些 attachments， 一些能量的吸血的，有可能是条件呢，有可能他周围的能量场是会有点滞留住他的。但我看到他这个人是有可以健康和可以能量再次高昂的机会。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你可以帮助到对方啊。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打算独善其身，不打算去帮助到对方太多，影响到我们的能量，影响到我们的目标的显化的话，我认为你们可以去有安全感的相信你们是有这个魅力的，你们有这个魅力去滋养你们的花园，去让这个关系变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你们也会有你们的方式，让你们在未来这个阶段去建设好属于你们的个人生活。我认为当你们可以去闪烁，当你们可以去成为一个美好港湾的时候，属于你们真正的幸福生活的节奏一定会在宇宙的深处落成，会被我们显化到三维世界当中。所以也祝福第二副组牌朋友在生命当中丰盛、开心、平安和幸福。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二副组牌朋友今日的连结。如果我们的讯息帮助到大家，大家也可以按赞、订阅、留言、分享我们的影片，非常的感恩大家今日来到这里跟 Starcy 一起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颗紫色爱心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解读情感谜题啊。当他想到你，他的能量和震动将会是如何的，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也要看一下这段关系的真相和实质是什么，未来解决谜局的方向和思路。也就是说，要看一下这个感情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有可能他会怎么样去发展，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副组牌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疗愈和能量。对应我们的一颗紫色水晶啊，爱心石。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的主牌先放到一边啊，我们的主牌来等一下共同揭晓，来看一下这段关系的实质和真相是什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另外一张卡牌，来看一下当他想到你，我们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触呢？我们通过这张 Oracle 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是43号，我们这套卡牌呢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翻译过来43号所对应的词汇是赠予、礼物啊、提供、供应，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surprise 惊喜，好吗？当然我们在这卡牌正中央也看到了一颗在荆棘当中啊长出翅膀的，带上火一般王冠的蜕变的形象啊。第三副组牌朋友，这个人为你伤心过啊，有可能你们之间呢曾经在过去相互赠予过一些重要的事物、重要的物品啊、礼物等等啊。你们之间有可能会有一种支持和被支持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情感关系当中，有可能有一方要强过另外一方。能够感受到啊，不管谁强过于谁，你们都会给予彼此一种很惊艳、很惊喜的印象。那我看到在这个惊喜的背后呢，有可能也会爱的深痛，痛的决绝。所以我看到这个人有为你伤心难过过。这个关系看起来并不像是那种表层的暧昧关系啊。这张卡牌能够感受到对方会把你放在心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同时呢，他也想要去回应给你，或者说提供给你很多的，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物质价值。我看到这个人因为你在蜕变啊，你的出现有可能也是彼此灵魂蜕变的一个点，所以第三组也比较像是灵魂伴侣。能够感受到对方在心目当中啊，会将这个感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去衡量，比如这是一段他重要的恋情，这是一段他可以刻骨铭心的回忆啊，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了。有更多朋友能够感受到，他的心轮有一点受损，所以在想到你的时候呢，首先他的大脑有可能停不下来去评判，那再者就是心呢有可能也停不下来去跳动，或者说阵痛等等啊。这张卡牌有一种在痛苦当中破茧重生的感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蝴蝶的本体呢是一颗在荆棘上流血的爱心，但流血呢有可能反而会让我们这颗心变得更加的饱满，有内在的能量去释放我们的火焰，好去展开我们的翅膀。所以我认为呢，有可能这个人也因为你发生了很大的蜕变，以及有可能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你本身的蜕变是很让对方亮眼的。我看到这个人他会有一个注意力一直在你的身上，
不管是不是他正在直接的观察你啊，关注你啊，或者说去了解你的生活等等。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在对方的心上远远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说不清楚这个位置到底是让他喜欢的，还是让他心痛的，还是让他一直在意的。我认为这个人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分辨这个部分，但是呢不可否认的就是他认为你的出现也是宇宙给予他的一份礼物，有可能在帮助他觉醒，帮助他去获得一个更加有成就感、更加丰盛的自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的信息，来看一下当他想到你，能量是如何的。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组牌朋友，第一张我们就看到的 Lovers in Reverse 恋人牌的逆位。好，下面我们继续抽牌啊，看一下。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飞出来的是 Death in Reverse 死神牌的逆位。我们来遮挡一下 Page of Cups 圣杯侍从的正位。看一下信息是怎么样的。好，这边飞出来一张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的正位。我们的牌底是 Nine of Wands 权杖9号的正位。我认为这个人是很固执的人啊。首先呢，出现恋人牌，不管正位逆位啊，大家不必担心啊。心中对你的这个火花，对你的这一种喜爱、被吸引的感觉，绝对是有的。但是恋人的逆位呢，往往又代表了我们这边有金币3号啊。金币3号的出现啊，体现了有可能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要通过组织啊、工作啊，或者周围的同事、环境啊、朋友等等去连接。也有些朋友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有一些需要选择和被选择部分啊，有一些朋友是多角关系。因为恋人的逆位和金币3号出现了，大约呢会有这样的一股能量。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的话，更多朋友看到你们的关系其实是还是一样蔓延着前世到今生的。有很多过去的业力、过去的章节和过去的问题，有可能会在这一世体现。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啊，对方很容易去物化这段关系。这个物化并不是说过度的物质化。那我们看到这个金币3号的牌底啊，在水中倒映的是一对仙女，但是仙女呢，有可能她们把自己当成了正在工作的啊，或者说正在去交流的啊，这样的一些工具式的人物。有可能你们在工作当中，你们有可能在去完成一些项目、一些事业当中有一些交集啊，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些碰头、一些会面等等。我看到这个人对于你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出现了死神的逆位和圣杯侍从的正位。他认为自己在哪里曾经爱过你一样啊，曾经见过你，或者说你们曾经有过很浓厚、很深厚的经历和经验，甚至呢，你的出现会让他看到自己没有被展露的另外一面，所以你们其实是很容易去激发对方的潜能，激发对方的非社会性啊，就内在最感性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牌尾出现的是 King of Swords and Nine of Wands， 也就是这个人他是很固执的，他不大容易走出自己头脑和思维的矩阵，而且他经常会用比较理智的方式去衡量这个感情。他对待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啊是有感觉的，但是在爱与不爱之间，为什么他总是在这个部分徘徊呢？因为他会很努力的让自己把这个心力集中在自己的专业呀、事业、他的发展上或他的学业上。我看到他很怕面对内心当中另外的一面，就很像是很怕面对月亮的反面一样啊，这是我们见不到的一面，这是一个 shadow 阴影的层面。但我认为其实第三副组牌朋友，你会让对方的内心激起涟漪，而且也会让对方呢产生一种你之前没有经历过、没有想见过的纠结感和矛盾感。就是有可能他的人生的规划、人生的旅程当中，没有计划着出现了跟我们相遇啊，跟我们一见钟情啊，然后跟我们一些朋友是日久生情，金币3号嘛，这样的一些情节和片段。但是往往这样的事情出现，也代表了一个人会出现觉醒的符号、觉醒的可能性。那我看到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在挣扎着，他有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想要去选择的，但同时他会让自己呢稳住，表达的比较少。我看到这样的人，他基本上是不太愿意震动喉轮的，不善于沟通。他有可能会用他的眼神和一些细微的行动透露出对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真实的感受是什么，但往往呢
真相就蕴藏在这些细微的细枝末节的背后啊，有可能并不在他对于人生的论据判断上，也并不在于他对待我们拿出来表现出来的态度上。我认为在想到你的时候，他是纠结的，他的心里边在祝福我们第三副阻碍朋友，好像遇见任何的问题都是有更好的应对呀，或者说他会认为你们非常的优秀，有可能你们会很快的遇到爱你们的人，肯爱你们的人，但他呢是一个只能守护你们的人。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第三组朋友已经和对方去交往了，我认为这个人很想保护好你，他希望呢能够好好的履行他在情感当中、在稳定关系当中、在承诺当中的一个角色。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性成分偏多而感性成分不足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细微敏感的部分啊，一个可能性就是藏在自己的内心最深处，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你的身上容易爆发，所以往往在面对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局促的感觉，因为他不善于去处理跟我们之间这一场关系啊，这种联动。而死神牌的逆位代表了你们的关系有可能会分分合合、死而复生，或者说你们在前一世曾经遇到过彼此啊，然后在这一世有可能还是你们这个业力循环链条的下一环节。因此我看到对方有可能他在用很高的智慧去探索他的专业呀，去完成他的人生，但有可能唯一忽略了跟我们第三副阻碍朋友之间的这个连带的关系，是否给他带来了非常深的影响。我认为这个人在深深的被你影响着，而自己呢有可能处在一个半察觉半不察觉的状态。这组当中风象星座比较多啊，水瓶、双子、天平，也可以看到天蝎座，你们之间的星盘合盘有可能会有这个冥王星的符号是比较多的，或者说有可能会有冥王星的相位是比较多的。那我看到这个人呢，他在你的身上有可能会看到前一世的自己跟更高的维度联动啊，五维度的体验，或者说你的出现有可能会激活和激发他五维度的这个活跃度、活跃性。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对方有可能是你的长官、前辈啊，他有可能是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事业上的发展方向和准则等等。我看到这样的人也有非常重的偶像包袱啊，好，然后他是在人群当中，我感受到有一个 leadership， 就是可以去发号施令啊，可以去统领大家，有可能他会做决策、做裁定等等啊。这样的人物，我们看一下这段关系的实质。我们看到19号 silence， 沉静啊，这张牌比较明显是打破沉静，让我们的喉轮啊，让我们的耳轮可以被震动起来。所以我看到这个关系很多时候仿佛是我们两个主角啊上演我们这个默剧的片段啊，没有台词，没有对白 silence，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mask 面具啊在我们这个主角的前方。所以这个关系的实质是如何摘掉我们在三维世界固定的面具，真实的面对对方，拿出我们真实的表情，或者说震动我们的喉咙，讲出我们灵魂的真相、内在的真实。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之间有可能很多情感的交集啊，还有就是你们的关系其实是熟成的，但是有可能就是缺了最后这一步，能够跟对方去敞开心扉聊一聊。我认为这个人也会有一点逃避沟通，他有可能给你的表面印象或给周围的人的印象是沟通能力蛮好的，很能言善道，而且有可能他比较有辩才能力啊，他可以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思辨、论证等等啊，这个人的理论基础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一旦把它降落到我们感情这个维度上，我认为他会变成一个无嘴男或无嘴女啊。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嘴巴，有没有啊？没有能够表达的途径，没有能够表达的能力。所以我看到在这个关系里边，表达和能够去战胜我们的未可知性啊，不能够性。比如说我们有可能缺乏一些表达能力，有可能这一个想要回避的人也是我们。那我认为有可能这个关系也在教会我们如何打破沉默，打破我们灵魂的沉默，让我们的灵魂可以活跃起来，可以真正的让这个爱的能量、心轮的能量涌动。因为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非常踏实的一个族群。我看到对方也是一样，你们有可能是基本星座比较多的，比如说牡羊、天平、巨蟹、摩羯啊这个类型，所以你们是这个社会秩序的稳固者和守护者，有可能你们也是裁定者等等。但我看到当你们很认真的去恪守你们的职责的时候，往往也忘记了你们内心深处有非常需要去挖掘的野性和天赋。我们这张卡牌啊，这个
死神的女神，好像是死神的新娘啊，被藤蔓缠绕住了。但是我们这个死神牌是一个逆位啊，它在一个大大的花蕾深处，好吗？那在逆位的时候，这个花蕾会绽放，然后我们的女神会脱离掉这个旧有的绑定和束缚，来到我们的新的一世。所以我认为很多朋友，你和对方的相遇应该是第二世啊，第二次遇见和重逢，也包含了有可能对方身上有很多标志性的。不管是他的身高，还是他的样貌，还是他的这个语言方式，他的某一种状态和震动，非常让你记忆犹新。所以第三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关系的能量的内部，其实有一种前世和今生的对谈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看一下实质是什么的 Fool 有没有？我们出现死神牌逆位，出现了愚人牌的正位，这代表了一切可以重新再来啊。 Two of Wands 权杖2号 Queen of Cups 圣杯王后牌。我们再看一下 Seven of Swords in reverse Eight of Wands。 好，你们之间其实有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比较容易相互猜测、相互猜疑啊。其实我看到这段关系本质上来讲，其实是可以有很好的可能性啊，被确立为一段快乐且绵长的感情，但有可能这当中有一点点的漏洞，是比较容易去攻破我们双方的。我看到在这一世当中啊，当你们重新遇见，一切是刷新的，因为仿佛在过去的一个阶段，业力已经被洗涤了。有很多朋友看到，当你和对方再次相遇的时候，你们总是能够爆发出一种第一次见面啊，跟初恋相遇一般那种悸动。我看到你和对方是真心喜欢对方的，而且经历过这个感情，仿佛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种破茧而重生的感觉，你会让对方有一点震惊。在过去的某一个阶段，有可能你们是相对来说保守且温柔的，不过从这道的卡牌能够看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已经通过了过去的阶段蜕变和成长。我认为你和对方其实会有一种默契，就是你们仿佛想要一起逃离当下这个物质的三维的环境啊。我们这个权杖8号其实有一种有没有相互拉起对方的手啊，去私奔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对方和你其实是有这样的火花，而且在这一世当中啊，这个火花在刚刚遇见的时候是非常浓烈的。我看到随着时间的沉淀啊，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理性和理智，而且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也是比较容易去猜测对方的真心，因为他看起来有很多个面相，而且并不容易被简单的情爱所打动啊。这是一个非常理性，而且对于他做的事情非常专注，以及他有可能是一个理智派，头脑当中有比较强烈的这个三维的矩阵。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其实在对方的心目当中，首先你是很重要的。我还是看到啊，很值得被保护以及值得被连接的人啊，他很想跟你连接，但是我认为对方缺乏这一方面的震动和能力。再者就是我看到你们的关系是电光火石的，非常容易在刚刚相遇的时候出现非常强烈的火花。我也认为对方呢，他是一个善于去进入感情，或他是一个可以言说感情的人，但是他很难去维系一个长久的感情。那原因就在于对方是一个比较唯我的人啊，唯我独尊的人啊。宝剑国王的出现，我相信是这样的，他会很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会很固执于自己的一些理念等等。不过第三组朋友啊，很明显就是你会是另外的一股能量，拉他从过去的固定状态当中走出去，特别是你们容易出现在彼此人生的转弯处、拐角处。而且我也认为呢，他也视你为能够带他走出过去的这个循环的希望。所以第三组的朋友啊，大家不要觉得，哎，我背负了很大的希望，那我是个要先去沟通的人吗？我看到你和对方的沟通其实是超越语言这个维度的，有可能你们的沟通在更高的维度，在5维度，那或者说有可能你们对于彼此的这种展示、展露，更超越于在语言系统上的这种连接和表达。我认为对方会用他的方式来理解你，而且我看到你是让对方在心灵上有这个好吗？就是 butterfly 啊，这个蝴蝶效应啊，蝴蝶感觉的人。我们说这个蝴蝶的感觉嘛，就是好，这个 butterflies in our stomach 好吗？当你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被震动啊，心砰砰跳，然后小鹿乱撞的感觉。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是做得到的，但同时呢，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出现确实也是一股蝴蝶的效应，因为我们这组里边跟蝴蝶的连接是比较多的，有没有？这边我们看到一对蝴蝶的翅膀，这边我们也看到一对蝴蝶的翅膀。我告诉你和对方比较像是 twin flame，我们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很像是可以去引发对方震动的人，但是彼此的震动呢，有可能并不是让我们的翅膀贴合到一起，而是让我们这一对翅膀可以共同的去震动，让我们这个灵魂的体系去飞翔起来。所以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啊，有可能在这个关系里边有很多卡住的地方，甚至第三组的朋友会怀疑对方爱不爱我，他真的有这么爱我吗？我认为你是全新的、新鲜的一股爱，你是对方没有去体验过、觉察过的一种爱，所以他有可能在用比较陈旧的他自己的这套方式去理解什么是爱，直到你完整的出现，直到你重新的蜕变完成，那直到你呢可以冲破旧有的这些不管是怀疑呀，还是嗔恨呐，还是嫉妒的某一层枷锁，你可以让对方看到你的灵魂在非常强烈的向上成长和涌动。我认为在这样的气体底下，你和对方有可能打破这个 silence， 打破这个顽固的沉默。沉默的爱感觉是有一点压抑啊，有一点没有办法突破。我认为这个能量是可以被突破的。也有些朋友啊，这个沉默代表了你和对方有可能断联比较久了，两个人有可能都是逃避型的，不想说那么多，不想去很快的解释。我认为在这个人的心里边，还是一样，你的位置很重要。但同时呢，并不妨碍他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啊，因为很显然，在这样人士的眼中，他个人的能量，他的人生这个完成度啊，他的任务的完成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有让对方震惊啊，你有让对方惊艳的能力，但是在久远的、长久的相处当中，我认为你和对方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非常需要打开喉咙。除了震动我们自己以外，也需要把对方的真深层的意愿给震动出来。我认为这种震动并不是一种逼问啊，就是通过你们的存在，有可能会让对方理解到有更高维度的方式可以去表达自己。好吗？代替让自己有可能有一点不好意思震动的，有一点羞耻的这种喉咙的震动啊，沟通表达等等啊，或书写之类的。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比较善于书写啊，有可能你们会用更新的方式去理解到彼此。看一下啊，破解这个迷局的思路是什么？也就是说，对于未来发展方面的一些建议啊，看一下有没有破解的这些好的方式和方法。The Moon Reverse， 月亮的逆位。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的正位。King of Pentacles and Queen of Pentacles， 我们的卡牌是写好的啊，所以金币国王皇后出现了等于什么？边我们的 Justice 液气飞出来，我们放在这里，成立为一段正缘，对待第三组朋友来说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你们需要首先看到月亮的背面，不让自己悲伤，不让自己过度的难过，可以让自己更快的去疗愈我们的心轮啊，疗愈当下破损的能量。在这之中呢，可以独善其身，生发出华贵的丰盛的花朵啊，就仿佛我们这个 Nine of Pentacles 一样，金币9号。当你有这样的能量产生，相信对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边有一个镜面效应，金币国王配金币王后的出现是一对 couple， 也就是说你和对方在都成熟，尤其是我看到第三组年龄成熟的阶段，也比较容易走向相依相伴的状态。Justice， 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之间其实有一段正缘的连结的，但仿佛在刚刚进入这段恋情的时候，对方和你都有一点点心不在焉，你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那不得不说第三组的朋友啊，对方沉浸在他的世界当中，你也一样，有可能这个世界是你和对方搭建的这个情感链接，有可能是你的情感观念，有可能是你的一部分海王星的幻想。因为这边我们毕竟出现了圣杯公主的卡牌嘛，对方认为你是梦幻派的，而他是一个实际派的，好吗？但是当时间渐渐的熟成，我们从圣杯公主变成了金币王后，我们从宝剑国王变成了金币国王。好，这种循序的渐进啊，会让我们这个关系有可能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桥梁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宽阔，那也会让这段关系呢最终成立为一段正缘。所以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关系如果在刚开始的时候 Eight of Wands 燃烧的比较快，然后你们有可能是比较激情的，你们是比较晕船的，我认为这个未来有很强烈的一个能量是指引你们相互去改变，可以共同的去创造灵魂的奇迹，相互依存和陪伴，甚至呢蔓延整个的这个人生。第三组朋友会说，我和对方已经分手了，我没有想过和对方要去天长地久啊，因为他的身上有诸多的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也会引发我们情绪和能量当中 shadow 阴影的一面，让我们去爆发出很多我们不可知的情绪和不可知的
习气等等啊。好，它是你的一个关。我认为当这一关重新出现的时候，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灵性会再次的觉醒，你们有再次向上成功和生长的机会，这是一个好的 sign。但是有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必须要战胜内心的诸多的煎熬。还有第三组的朋友啊，要能够修成这段关系，也包含了修成我们自己，一定要坚强，一定要 grounding。这边我们看到金币国王配金币王后，也就是说这个感情在教示我们，在指导我们的，并不只是说我们想要选择怎么样的另外一半，我们怎么样去战胜人性当中的自私啊、自我和小我和一些揣度等等，更多的是让我们去放大我们的格局，让我们真正可以跟这个地球啊，跟这个世界，也包含了3维世界和5维度的世界进行一个很好的统合和合作，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找到我们的美感、我们的丰盛感，也和对方共同的去建立一个属于我们丰盛的王国。所以我看到其实第三组朋友这个关系也包含了让我们去成熟和成长。那比较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成熟了，我认为对方通过经验或通过你的一个参照，比如他看到你更优秀、更成熟了，他会产生锐变和蜕变。有可能你们之间这个关系的下一步的解题思路，以及对方有可能直接会拿出一个 offer 给你，我们在一起吧，我们好好经营我们的生活吧。这有可能都会随着我们的调动，我们个人内在的改变而产生真正量的到质的改变。所以很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在这个关系当中有可能要学会一定的忍耐，学会一定的付出和坚忍，但是看到啊实际的优秀的点和利益是来到你们的世界的，你们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你们也会打破旧有的沉默，旧有的某一种自卑、自我掩藏性，你们可以对这个世界很宽容、很大胆的，像我们这个女神牌有。我们这个 Two of Wands 也差不多啊。我们 Justice and Nine of Pentacles 是展开我们的双臂，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啊。除了喉轮的表达以外，这组是要去疗愈喉轮以及心轮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胸口到我们喉咙这个部分是值得去疗愈一下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帮大家来看一下对方当下的这个想法，看一下当下能量是如何的。Four of Swords。天哪，我们的前面一组吧，好也出现了啊 ，Four of Swords、King of Cups and Six of Cups 这3张牌是一起出现的。首先他想念你哦，第三组的朋友，我认为这个人他时常想念你，他会把你放在他心口重要的位置，但是我看到他有可能很少去进行一个真正的思索，他是一个情绪派的。那 Four of Swords 在这边也出现了啊，当然每一套牌它的画风和当中的符号不一样啊，色彩不一样，我们会做不一样的解读。我们看到这个月亮当中有一对，有没有？然后有一对这个云朵啊，雕像一般的角色，然后我们这边的女神呢，深深的沉睡在我们的湖底。这边有乌鸦和黑猫哈，象征着讯息方面的象征着讯息方面的一些符号，还有一对白鸽。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在通过他的方式给你传讯。我认为你最近容易梦到他，他容易最近梦到你。还有就是你们之间这个交集连结我们看到这一对形象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朵上的形象，大家不要怕好，这个是一个符号性的象征。那我们看到这边有 Six of Cups， 这2个有没有很像啊？他梦想着和你在一起或重温旧梦。我看到这个人有这个梦境啊，因为我们这个画风是一模一样的。他很喜欢可以和你去亲近的某一些瞬间，你会让他感受到有一种 nostalgia 回家的感觉。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啊，始终会流淌和流动的属于我们的一片能量和一片回忆。这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好吗？再看一下啊，Knight of Pentacles、Five of Cups， 他认为自己当下做的并不好，他认为自己给的并不多，他认为自己能够给的很少。我们看到吊人牌的逆位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信息是你付出了很多，但是他好像回馈不了给你什么。现在他呢，我感觉是2头忙碌啊，有可能对于金钱、对于他的成长、对于事业和学业非常的忙碌，他仿佛被钉在了原地。你这边呢有 Five of Cups， 他认为和你之间这个连接仿佛是在月球上的一段过去一样，当下他能够看到的依旧还是跟你这段链接，不管你们分手多久了，我认为这个人不会忘记你，但我认为他会在心中啊沉痛的把你们这段关系封存好，然后放到一个位置，然后呢就了之了。
原因在于，首先这不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再者就是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喜欢为事情下定论，然后理性去归纳总结的人啊。他的阿卡西啊，如果可以看到就是一册一册整整齐齐的书，那其实我们的很多信息是意识流式的，也是可以去随机连接的。但我认为他随机连接的这个能量并不大，能力并不强，也就是说他会把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啊，放在一个比较理性化的，甚至有一点刻板式的、刻板印象式的去整理。我认为这个人他很思念你的。如果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想要去连接对方，我认为他的心中是非常开心，他想要去，我认为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跟你讲，但是有可能讲不出来啊。第三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呢？ Six of Pentacles， 你们讲求稳定的、平衡的感情，你们讲求感情的平等。好，所以很显然，过去这个阶段的感情状态，让你们有一种就是小美人鱼要在泡沫当中啊，渐渐的，难道是要消失了吗？这种感觉。好 ，by the way， 这是一张魔术师牌啊，但是我看到你们其实也一样，如果是魔术师牌的逆位，就是 You have no ideas， 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办法去运用你们的智慧来解决这个感情，因为你们能做的都做了，能给的都给了，而且我看到你们其实是非常讲求真爱，你们是非常讲求灵性上的互动的一群人。如果对方闭锁他的能量啊，对方又已经开始固化了，不再流淌他的情绪和能量，那我们第三组的朋友 Ace of Cups， 你们的事业当中一定会有新的能量的涌动。你们要不要选择一个新的情感阶段，还是说选择跟对方重修旧好，重新修好这个感情？这是你们的选择，你们可以做到一切。如果你们想回去，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自由的，但同时你们要面临一个现状，就是对方是一片干涸的大地，它缺乏一点水源。那我们要不要一直做这个水源的传递者呢？还是我们第三组朋友，你们要用这个水源去滋养你们的精神，去滋养周围需要你们的人，去滋养你们的事业、你们的梦想。好，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选项。所以第三组朋友看到，有可能你们在不管这是不是一个 twin flame 的关系，具体到来看这一则影片的朋友，每一个个体来讲，你们是否认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好 twin flame 也罢，你们已经基本上完成这个课题了。我看到你们已经可以翩翩的飞翔，你们也可以有很透彻、很清晰的视角啊，来看待什么是爱，那什么是大爱，你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三维去 grounding，或者说去承托承接这个爱。我认为你们是非常有爱的个体。好，所以爱的这个选项包含了你们未来的爱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去许愿，可以去显化，宇宙会非常慷慨的滋养和回应觉醒的灵魂。所以当觉醒之后啊，第三组朋友，你们的许愿、你们的希望、你们的契机都是可以成功的。我认为你们把这件事情摆在了一个可想可不想的位置，有可能当下呢，我们恰逢水星逆行的末尾，大家有可能也会连接 Starseed 的影片啊，然后来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他的能量在你的左右。但是没有关系，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你们的方式去经营你们的人生，甚至把它经营成为更艺术、更美轮美奂、更加具有爱和创造力的样子，这是你们本身的样子。好，所以在对方眼中啊，这个感情关系究竟是如何的，反而到当下我们看起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解答。第三组的朋友要相信你们的身上是可以出现奇迹的，任何奇迹只要你们去想，因为我看到你们过去付出了非常多，所以你的付出会化为一种真正的成功，然后真正的这种召唤能力和显化能力，会让你在未来这个阶段是心想事成的。好，这组的星座啊，就是水象和风象是比较多的。这边个别朋友看到图像星座摩羯、金牛、处女座出现在这一组，但是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课题是来自于冥王星。冥王星是上一世的，有可能是遗留的或者遗落下来的一些问题和课题。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通过这一关修好了就是修好了，大家不必担心有没有什么样的更深度的绑定和缠绕。好，只要你们是愿意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 Ace of Cups， 好，充满了爱的课题。那答案呢，来自于我们第三副组白朋友的内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抽2张 Oracle， 第一张我们看的是 Growth 成长啊，这是一张打开心轮的卡牌。打开心轮之前，首先我们是要接受我们与外在的不同，不管你是否是与众不同的，你是否是跟周围人不一样的。
首先接受自己，才能够让周围的人接受我们。我们看到这个花园里面有很多种子啊，但是跟我们这个叶子先生的 DNA 都不一样，所以当他要去展现自己的不同，再去成长和发光的时候啊，有可能会引得周围人的一些围观，或者说周围人的一些七七八八的评价等等。真正的成长是要拥有勇气的，所以这张卡牌是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勇气，接受我们的与众不同，去表达它。好，所以第三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的身上本身有非常高的共感力，有可能你们也是天生的艺术家、诗人，有可能你们会有很能够去连接到宇宙雷达的创作的触角和方式，但有可能这个方式和周围人是不同的。勇敢的去拥抱自己，肯定你们的存在依旧是来自于完美，来自于空性的完美，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有缺漏的。我认为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和周围的人更多的大胆的去展露出自己，甚至呢，我看到周围人会渐渐的通过他们对于你的关注，通过他们对于你的了解而接纳，不管是接纳你这个人，还是接纳跟你有关的人事物，其实这也是在帮助我们周围进行一个提频，进行我们这个意识上的升级。所以你们的存在，你们的不同性其实是非常珍贵的。第二张卡牌我们看的是47号Grand Cross， 我们看的是大十字嘛，就是这个星盘当中对冲的像呈180度对冲的像。那一个标准的大十字就是180度，我们这边有对冲的像之外，我们的4个星象也呈90度，就成形象嘛。简单来讲，我们看到一个大的正方形在我们这个圆圆的星盘当中，往往出现这样的一个星象呢，就代表了巨大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 provoker， 好吗？就是挑衅者。挑衅的是什么？有可能是我们传统的，我们天生的，因为星盘本身是天生的天地造化的，我们在天生的这个能量底下，对于这个天地的理解，以及有可能会冲撞到我们的理解、感知和认同感的一系列的事物。当出现的大十字本身也代表了一种不破不立的成长，要冲出去。有些朋友有可能最近在星象当中会遇见这样的星象，也有些朋友你们在本命盘当中就有大十字或者说刑冲的象。不要担心出现了刑冲，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星盘当中圆圆的一圈当中有红线表示相刑和对冲的这样的象出现，往往在这样的象上我们更容易突破和体现自己，这就是你独一无二的自我，这也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可以说面临着痛的人生体验，而这些人生体验也会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你。他们看起来是挑衅我们平安顺遂的人生的一份子或者一个条件，其实在深程度来讲，我们遇到了这样形冲的象反而是一种祝福。宇宙在祝福我们可以踏破旧有的荆棘，活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这个契机点就在这个形冲象之上。所以很多朋友我们既看到这个象，也看到了这个冥王星死神牌嘛，所以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有冥王星和其他的行星相冲的一些形象，比如说金冥相冲日冥相冲或月冥相冲这样的形象因为我们基本的这些行星只要和冥王星一旦搭嘎上有了这个行冲的象，基本上都有那么一点点难过有可能合相还好一点点，缓和一下。不过大家不必担心我看到只要你的荆棘出现了，代表了你会长出属于你的翅膀，属于你的王冠。只要你的荆棘出现，踏破了这个荆棘，我们看这两张牌的能量是很像的横着我们在踏破它，竖着我们在贯穿我们心轮的能量。所以第三组朋友我看到这个爱情，就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人嘛，这个情感链接反而是会让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重新的觉醒自我，找到自我的一个让我们震惊也让对方震惊的碰撞和存在。所以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觉醒自我，疗愈自我，并且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在不断的成长当中，我们可以突破内在的恐惧和不安，有勇气的展现自己，有勇气的成为你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去创造这个世界。这就是你们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礼赞。也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在情感上是圆满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结。如果我们卡牌的讯息帮助到大家，大家可以按赞、订阅、留言、分享，祝福大家，也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